迎各位光临小卖部深夜电台。你好，我和我老公的朋友保持关系有半年了，他老婆现在跟我关系也挺好。哇，我想放弃又舍不得。我经常问我自己，一定要把日子过得这么刺激吗？你问的还是少啊，你多问问。其实你读这种信，你就能感受到，就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时候，要说多少废话。实事求是，貌似简单，要有多么的难。他在你眼里不就是爱你这一个优点吗？但是爱一个人是优点吗？如果是当时发现的话，我肯定连夜就跑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这么久了，这个贼对我也还不错，林林总总给了我差不多300万。后面因为亲人生病，我回了趟老家，我们就分手了。B 还担心我，又给了我70万。你厌的是你自己啊，自我厌恶外化了。大老板看我为了姐妹们的乳腺健康，我来投一篇梦幻但真实的爽文，题目叫做被普男扎后上岸100亿富二代。和前男友在一起4年，条件一般，很会照顾人，但是一个中央空调，对谁都好。本来计划和他毕业结婚，但发现他开始会阴阳我，说我自私，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花的又是自己的钱，他就一直挑我刺儿。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他出轨了自己的大学同学，那个女生之前我也见过，我还请她吃过饭呢。现在想来，可能那时他们已经暗送秋波了吧。果断分手后的第5天，我在活动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男友，100亿富二代吗？他对我一见钟情，认识后才知道对方是国内知名企业的富二代啊，目前稳定交往3年，并有计划结婚。目前稳定交往3年，并有计划结婚。和前任分手后，我有怀疑过自己，但现任对我的无条件包容，让我逐渐放下心防，做回了最真实的我。而至于前男友，他已和那位大学同学闪婚闪孕，且目前无车无房无户口。这句可以不加的，姐妹，这句可以不加的，显得有点小气了啊。日子过那么好，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好啊！别说人家这，说无户口干啥呀？啊？怎么会无户口呢？没车没房我能理解，怎么会没户口呢？肯定有户口，只是说没有那个是吧？某些城市的户口是吧？不好啊！别说人这些。我只能说我很庆幸命运的安排吧。想和各位情路不慎的姐妹们说，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好的被爱，永远要相信有更美好的一切等着你。好的，哎呀，开篇就是一个祝福，行，挺好。说人家没户口，怎么会没户口呢？气坏了，应该是气坏了，能理解，能理解。但是姐妹啊，反正你现在日子过得也很好，对吧？100亿富二代，相处3年马上结婚，日子肯定过得很好，就不要再关心你前男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户，忘了他，说好好过日子，是吧？好好过日子啊！希望是真的，希望是真的。你好，我和我老公的朋友保持关系有半年了。反差有需要这么大吗？咱们一封信和一封信之间需要这么天上地下吗？我和我老公的朋友保持关系半年了，这段关系真的让我非常苦恼啊！是啊，我读到第3句我都苦恼了。我想放弃又舍不得。我经常问我自己，一定要把日子过得这么刺激吗？你问的还是少啊，你多问问。我也仔细想过要不要离婚呢，可是转念又一想，离婚好麻烦呢。还好啊，没有那么麻烦啊，这个还好。我觉得离婚没有你现在的这个处境麻烦啊，没有那么麻烦啊，离婚别蒙我啊。但是呢，我又很喜欢他。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结婚1个月不到。哇，好精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结婚1个月不到，读的我抓耳挠腮了。这才几行啊？1、2、3、4、5、6、7、8，读到第8行，读的我这耳朵都刺挠了。他老婆现在跟我关系也挺好。哇，什么呀？哇！哎呀，给我读成大圣了！天哪！最开始是我先认识的他，后来才知道他们认识，什么意思？你先认识的这男的，后来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原本并不是朋友，只是见过1、2次面，
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开始了联系，因为如果不通过我的老公，我跟他就不可能有交集，所以他们才开始走动。意思她老公啊？他们结婚是因为你吗？他老婆现在跟我关系也挺好，我先认识的他，后来才知道他们认识，他们原本并不是朋友，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开始了联系，因为如果不通过我老公，我跟他就不可能有交集，所以他们才开始走动。没看懂啊，因为他这里头所有的那个偏旁都是单人旁，没有女字旁，我没听懂啊。有几种情况吧，一个就是他这个出轨对象呢是跟他现在那个老婆呢是因为这个他的关系两个人才认识的，是吧？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没有别的情况了，只能是这样。天哪！我每天上班去接他，偷偷摸摸见一面，心都觉得好满足。我现在常常陷入纠结，到底要怎么办？我为了什么呀？好难看懂啊！反正就是咱中间不，反正整挺复杂啊。我为了什么呀？对呀，你为了什么呀？他说他要尽快离婚。是，对呀，你跟他保持关系半年，他结婚的，你认识他的时候结婚1个月不到，那我们简单的数学算一下，也就是说，他跟他老婆7个月，你跟他6个月，是吧？他说他要尽快离婚，他问我的时候，我总是回答不上来，我怕我对他是新鲜感。那这段新鲜感过了要怎么办？我也想过他是不是很上头才会这么说。我跟我的老公结婚6年，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我说我怕我迈不出那一步，他说没关系，迈不出我们就不迈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到底还爱不爱我现在的老公，你不知道吗？但是我又想跟他在一起，但是我确实因为他的出现开始烦我老公，觉得难以忍受。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但是我又怕做个决定又后悔。哎呀，姐妹儿，你这最后连用了几个但是？晕了啊！赶紧离啊！赶紧离！头晕啊！赶紧离哈！非要把日子过得这么刺激吗？啊，这姐妹儿肯定是挺闹心。这姐妹儿自己写这封信写的都缠绕，她自己都没说明白，她里头肯定有一些是女字旁的，她都用的那个都混乱了，都想说明情况都没说明白，反正是。给整够呛，赶紧离吧啊，挺好。你看，你跟你老公结婚6年，你跟他认识6个月，是吧？没太看懂啊。后来突然出现了太多这个男字旁的他，我没看懂。哎呦，这怎么刚来2封信就给我读懵了？是不是七夕节那天读的信都太幸福，咱们忘了？咱们是不是忘了？我们小卖部大部分读信来信是这样的。七夕节那天给人感觉太幸福了，我都忽略了是吧？哎呀，天哪，太猛了，这都太猛了。但总好，我跟我男朋友有一段3年多的感情，上了大学以后啊，这个肯定比较轻松。我猜这应该比较轻松，咱们试试看啊。我们处于相隔1000多公里的异地状态，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好，反正选学校失误了，导致离得很远。最开始我们坦然能接受，后来发现逐渐因为上大学精力和钱都不太能接受，开始吵架。他好像在慢慢积攒他的负面情绪，逐渐失望。于是我们在异地1年后的这个暑假啊，哎呀，还有暑假呢，肯定比较轻松啊。有暑假的人生不太会有太大的事儿啊，应该哈，大部分情况吧。跟我们小卖部其他人比，你还有暑假呢，应该就还好吧。我有过纠缠，这个男孩要分手，他去纠缠也没有任何用。他是一个非常狠心的人，来回就一句话：等我大4回去实习，或者等毕业以后我们再商量。别商量了，没有了，你们已经。但是他并没有说这2年会等我，对，所以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喜欢他。你怕啥呀？他不会等你了，你有什么好怕的？不会等你的啊！他既然也既没有说过，实际上也不会等你的。最开始他就说他不是不爱了，就是觉得真的接受不了异地恋，每次吵完架都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解决办法，他都不采纳。现在已经彻底断联系了，他把我微信都删掉了，但是我们的 QQ 还有情侣空间。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去找他。我现在可以忍受断联，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对吗？不对，还对吗？不对啊，不对，对吗？不对，姐妹儿，赶紧把你那个 QQ 情侣空间啥玩意儿关了啊！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啊，给它关了啊！还对妈呢，还给我最后留了一个对妈。对什么对不对啊？还情侣空间没戏了啊！别联系了，别联系了啊！别联系了，姐妹儿，说这么一大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其实我们读一读这种信啊，咱们不是为了笑话人啊，姐妹儿，我刚说话有点冲，你别难受啊。
也不是为了说骂醒一个人什么的。其实你读这种信，你刚刚听我念这个信，你就能感受到，就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时候要说多少废话。实事求是貌似简单，要有多么的难。你实事求是，其实就这男的跟他分手了，就这一句话，好吧？他说了一大堆，说哎呀我有什么想过什么，哎其实虽然联系方式删掉了，但还有情侣空间。哎呀我们什么大四回去实习，可以毕业以后我们还会再联系。最后说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对吗？不对啊，没机会啊，没机会啊，面对现实啊，人生第一课，挺好啊。你还没有走出大学校园，就已经学到了人生比较重要的一课，面对现实。这个前男友对你最大的帮助，这个前男友在你的生命中走这一遭，给你的不是爱情，是教会你一件事，面对现实，是吧？咱们不要浪费这段恋爱，学会这个面对现实。还对妈呢？不对啊，回去找一个白底。找一个白底啊，姐妹儿，就图片找一个白底，然后用手写一个不对，然后设成手机屏保，好吧？每次一看就不对，你不管你脑子在想啥，点开屏幕都是不对。慢慢等你面对现实了以后，再把这个屏保换掉就好了啊。不对啊，不对啊，对不对呀、啊？特别不对啊！哎，这小朋友挺好的啊，我说的你现在觉得这是个天大的事儿啊。姐妹儿，你觉得这是个天大的事儿？其实你要是真的从这件事里能学会面对现实，那真的是非常甜蜜的回忆。你现在可能我跟你说，这居然是个甜蜜的回忆，你很想揍我是吧？你觉得被分手还甜蜜？你过几年你就知道了，这是个很甜蜜的事儿。但我又 emo 了，我有一段拉扯了7年的感情，哎呦我的妈，都不想念了。这种7年的最头晕的哈。恋爱是高中谈的，哎呀，他是我的初恋。18岁成人仪式那天，我们有个第一个拥抱，在那个什么都觉得自己有点懂，其实又都不太懂的年纪，我热烈的喜欢着他。我们是隔壁班，近在咫尺，却天天书信交流，啥意思？不应该有手机了吗？所以我们真实见面机会也不多。后来上大学，那个时候我逐渐感受到了他的冷漠，担心我们无法撑过异地，所以我提了分手。分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在国外不习惯，所以经常找我聊天。得知有其他男生喜欢我，就更要找我聊天。我喜欢他，但是我又怕他不喜欢我，只是厌恶损失，所以才挽留我。这是会的词儿也不少，厌恶损失。厌恶损失或者说损失厌恶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理财里的一个概念啊，有机会再讲吧。咱们先读信。等得到我了又不珍惜了，所以我也一直没答应。最后避免要和他聊天这件事儿，我就和我喜欢的一个男生在一起了。避免要和他聊天，我就和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在一起了。我跟他谈恋爱期间，也会偶尔再想到这个前任，也会过年过节的时候说两句话。后来我跟男朋友分手了，我也再没有谈过恋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忘记了我的初恋。然而去年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吃完回来后，对他的喜欢的感觉就又回来了。我坐在电脑前，脑子想着工作，手头打着字，心里却全是他。这好忙呀，脑子想着工作，手头打着字，心里全是他。你这杂技表演啊，一心三用，好厉害呀！但是我没有找他，我觉得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发消息说能不能再跟我试试看。我没有想法，可能更倾向于拒绝吧。可是我又于心不忍，在朋友的鼓励下答应和他试一试。但之后矛盾不断，他对以前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有创伤。你们以前发生啥了？你们以前不就高中谈过一个恋爱吗？不就18岁那次拥抱了一下，平时写信吗？你们发生啥了？你隐瞒了很多信息啊，姐妹儿，你没跟我透底儿啊。就写信不至于给人伤了啊，肯定是发生啥事儿我不知道啊。我也是，他觉得我喜欢了别人，我觉得我是因为感受不到他的喜欢才结束。就这样我们拉拉扯扯3个多月，我想分开了，他也想分开了，于是我们分开了。这文学表达呀，我想分开了，他也想分开了，于是我们分开了。有2棵树是吧？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感觉到了吗，朋友们？这是个文学表达啊，用的是鲁迅先生的文法啊。我想分开了，他也想分开了，于是分开了，是吧？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分开后我又后悔了，哎呀，其中一棵树后悔了，哈哈，说分早了啊！我不是枣树，我是后悔树，是吧？可是我究竟在后悔什么呢？谁知道呢？你隐瞒了太多细节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又后悔了。如果他此刻问我要不要在一起，我一定还是会犹豫。可分开又让我如此难过，我该怎么办呢？你种树去吧，好吧？
哎呀，你种两棵枣树，你在家门口，我看你有文学天赋，你好好写文章吧。你要怎么办？这有啥呀？没读出来什么有什么需要决断的哈。你这个你肯定是隐瞒了很多信息。你跟我分享的都是心情，你没有分享你们之间发生的事儿，姐妹儿，我没法帮你分享。你都是你的心情，我光阅读你的心情呢，我读不出来啥，我就觉得你太闲了，太爱想事儿了。你太厉害了，是吧？你脑子可以想一件事，手上可以写字，心里还可以想一件事，太爱想事了啊！我们一般用一个器官想事就够累了。3个器官一起想，这个有点累哈。种树，朋友们，想太多了，姐妹儿，没啥，赶紧分了，多认识点人，哪怕种点树呢啊。和男朋友交往几个月，大家都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的，商量着去对方家里看看情况。他前段时间他才跟我坦白家里的情况，3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了，家里呢父亲腿脚不便，母亲瘫痪需要照顾，现在是3姐和3姐夫留在家照顾，他们暂时不会离开。他有说过，以后如果3姐不在家住，4个姐弟平摊护工费。他工作的地方呢离家有点远，所以呢就是平时租房住，也很少回家。以后结婚呢也是租房子住，1个礼拜回一次他家。可能我年纪大了，想的有点多，会想到以后如果生孩子了，都得我自己一个人看，带孩子多累呀。包括那些煮饭家务，我起码得好几年不用上班了。不管对方再好，我也觉得这种日子怪怪的。他把他的解决方案告诉了我，如果结婚呢，就跟他一起租房子住。他存款有几十万，生孩子会请月嫂，出月子以后呢会请阿姨，父母那边以后姐弟平摊护工费。虽然有解决了，但是身边人都说实际执行起来太累了，我怎么可能不去照顾公婆呢？孩子也只可能是我俩看了，一致不看好我这段关系。姐妹自己看啊，下面有这个姐妹自己看啊，如果你在的话啊，看这个小卖部有很多朋友在底下。跑就跑，快跑就快跑，驾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越来越离谱了，还驾！咦，驾！有一个人在下面写了一个驾。我感觉你就是挺崩溃的，姐妹儿。我觉得你是心里有答案了，你就是想来寻求一下支持，好吧？我感觉你心里有答案了啊，不用我再说啥了。你自己心里的答案特别有答案，特别有答案。好吧，我觉得她是自己心有答案，不好劝。她应该挺喜欢她男朋友吧，咱不好劝啊。你要是还那什么，还纠结，你下次可以再写一封信，讲一讲你跟你男朋友的相处情况，你多讲讲你男朋友咋样。你这次就给我讲了讲他家咋样，你讲讲你男朋友咋样，咱们再判断判断，好吧？反正你估计心里也挺烦闷的，再抒发抒发啊。但你好，我有一个谈了6年的男朋友，高2开始谈。上大学异地恋，分分合合，分手后我谈过别的人，也暧昧过，他也知道我的德性，但他还是要跟我和好。大4实习我回到了老家，跟他见面吃饭，果不其然又和好了。他说一毕业就想跟我结婚，但我并不是很想结婚，我也拒绝过他，但他态度很坚定，让我很烦躁。他说不结婚就是不爱他，其实我心里也不知道到底喜不喜欢他啊，不喜欢啊，你不喜欢他。他对我很真诚，从高中到现在，无论分手期间还是谈恋爱，他都给我送生日礼物，把我照片放在朋友圈置顶。认识他的人只要一遇到我都说他真的好爱你，是他真的好爱你，你真的好不爱他，好吧？他说自己恋爱脑，分手后也想过跟其他女生交流聊天，但就是聊不来。我现在不太确定自己还要跟他继续谈下去吗？也不想浪费他的时间，他情商不高，也不懂浪漫，但是愿意把全部的工资都给我花。我家庭条件也还行，也不是非要他的工资。他因为没遇到比我优秀，或者没遇到比我好骗的，是吗？不是啊，是你没有遇到比他优秀、比他好骗的，好吧？你怎么还他没有遇到比你优秀、比你好骗的？没有啊，说反了啊，姐妹儿，说反了。哎，我就是不想结婚，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对，你还是个小孩。问题1，我该分手还是保持原样？分手吧。问题2，一毕业就结婚可怕吗？这问题跟你没关系，赶紧跑啊，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赶紧让他跑，你说驾啊，你说驾，快跑，你让他跑是吧？真行啊，姐妹儿啊，他因为没遇到比我优秀，或者没遇到比我好骗的吗？这句话怎么想出来的？是你没遇到比他优秀，没遇到，咱也不说骗啊，这个词儿有点不好，但是你肯定是没有遇到比他优秀的，所以你还在这跟他纠缠。他的唯一优点是什么？
唯一优点在你眼里不就是爱你吗？他的唯一优点，他在你眼里哪有优点呀？他在你眼里不就是爱你这一个优点吗？但是爱一个人是优点吗？不是吧？赶紧放过他吧啊！别整了，别整了啊！别整了，别整了，整不了啊，整不了，是吧，朋友们？但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分享出来，希望姑娘们避雷。有一个大哥，他是我姐的朋友，我觉得人不错，想着工作上能照顾吧，我就对他挺客气的。出去吃饭呢，都是我给钱，而且都有2个以上的同事在场。哦，他说他付钱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哥没有背景，离异过，有孩子，生活不容易。哈哈哈，真，你还挺知道疼人，你还真服了，太能疼人了吧你？干啥呀你？他不大哥吗？还无背景？他不大哥吗？大哥自己不就是背景吗？还无背景，哎，出于情义就是我出费用，哎，之前他跟我说，老公可以有，男朋友也可以交，我就无语了。他经常叫我出去喝酒应酬，我都拒绝了。最近他居然要让我去做他的手下，要直接领导我，我就拒绝。他就不死心，结果他要找人事，让人事通知我，又找领导跟他谈。过几天又让人事通知我，我找个更大的领导找个他才作罢。他也得罪了之前的领导。这个人结婚3次，第一次啊，这就别爆人家这么多隐私了，这容易掉马。我学了一个词叫掉马，说了很多这个男生3次婚姻的这个，这都啥呀？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哎呦，火！哎呦，行吧，就这个3次婚姻细节咱就不说了。最后说，我现在不理他了，他就在外面说我的坏话。我想跟这个女孩们分享，一定不要听男的 PUA。他每次说什么现在你帮我，以后我就是你的靠山什么的，千万别信，一定要勇敢拒绝。你前面不还同情人家无背景的吗？这会儿，哎呀，姐们儿。行吧，就是个避雷啊，其实就是避雷，分享一下。你想知道我怎么看吗？我觉得这个姐们儿肯定是有那么一瞬间上了一下头，她肯定是上了一下头，这会儿非常后悔。用一个不恰当的词来说叫什么呢？脱粉回踩，现在有点那个意思，是吧？这姐们儿现在有点脱粉回踩那个意思，给大哥一顿骂，这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实情了，反正给这姐们气够呛，所以他这个骂人的话就没念啊，就不念。行，反正离他远点挺好，以后长心眼。好，情情爱爱的咱们缓一缓吧哈，咱们每次读这么多情情爱爱的，咱们就缓一缓，读点别的，调剂一下。我读情情爱爱的头晕啊。Hello， 蛋总，从《甄嬛传》的时候就看你直播了啊，你这话说完整啊，这不知道的新来的朋友以为什么我这个。参与过什么《甄嬛传》的什么东西呢？没有啊，是以前我直播看《甄嬛传》，很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很早就看我直播了。哎呀，我是00年的女生，本科学的是环境设计，这是给张雪峰老师的投稿吧？研究生室内设计，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对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真的感到很焦虑。哇，这我帮不了你了，我试试看吧。我天！首先，室内设计这个非常不好就业啊，这我知道，这我还是知道的。从我的实习经历看，设计师这个职业真的非常辛苦啊，我没干过我都知道是很辛苦的。我的很多学长学姐纷纷转行，我就很犹豫，毕业后还要不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如果不从事，我能干啥呢？我的学长学姐有的去大学当老师了，当辅导员了。我确实还算擅长考试，但我也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啊。我也不喜欢巴拉巴拉，就是当辅导员啊什么什么，感觉很累。我爸妈其实是希望我能去中学当老师的，不过也支持我的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其实不是特别排斥，但也不是我第一选择。我目前是在一家设计工作室实习，剩下的研31年就准备论文和工作。我知道人要多尝试，我很困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不是不好找工作，我挺喜欢这个行业的。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个行业不好做，其他行业是不是也差不多呢？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并没有那么多试错的时间了。哎，每次想到毕业工作就很焦虑，我好迷茫呀。我觉得找工作就像找对象一样，要互相选择，所以我还是很慎重的。我怎么办呢？非常难选，是吧？非常难选。做设计工作呢，我该怎么说呢？做设计工作要有很多的爱，要有很多的兴趣，好吧？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能不能干？能干啊，到任何时候都能干。但是这个玩意儿确实很考验你的热爱程度，别太焦虑啊，别太焦虑。它是主要是说，马上还有1年就要面对毕业找工作的事了，很焦虑啊，别那么焦虑，别那么焦虑，还好啊，还好。就是我该咋说呢？我说我自己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刚刚毕业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容易把时间这个事儿看得过于紧迫，就觉得怎么这么一切都这么的紧张，就是一切的怎么这个事儿完了马上就有另一个事儿啊！年轻的时候就容易这样，就觉得怎么一个事儿必须接着一个事儿，其实还好，就是其实还好。实在没得干，在家躺半年都行，真的感受一下自己想干啥都可以，随便试个半年。你现在不是已经在什么设计行业工作了吗？你在设计行业工作实习，你是不是就可以接触到其他行业的人了？能吧？你至少你能接触到一个业主吧，至少能接触到甲方吧，你就知道有别的工作了吧？都接触，是吧？都认识，也许你就眼界就开了。人真不一定要干啥呢啊，真不一定哈，多接触，多看一看，哪怕去玩都行，真的。我可能要啰嗦一点啊，朋友们。哎呀哈，行，谢谢啊，不用送给我稍微啰嗦一下，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对吧？现在这个找工作也不好找，大家很焦虑的时候。我反而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想稍微多说2句。哎，实在是找不到工作或者不知道干啥，还不如缓缓，或者随便找一个先干着啊，就是别在那儿想了，越想越头疼，我回头想想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容易把这事看得太重吧，以后就忽略了自己真正的兴趣、真正的长板、真正的所爱。那个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如果你真的喜欢自己这个设计的工作，因为我感觉得到，刚这个人他是挺喜欢这个设计的工作的。你非问我还真劝你坚持一下。虽然我知道有各种麻烦，就设计这个工作有多难找工作，就业环境有多不好，有多累多辛苦，这些我还是知道的。而且面临着什么被 AI 替代什么的，是吧？我都知道哈。但是你不是喜欢吗？对吧？你不是喜欢吗？抓住最后的时机，再试着做一做喜欢的事情。实在不行再说呗。这会儿妥协了，一辈子就剩妥协了。哎，这姐们，这一封信特别纠结，我读出来了。哎，就是在选自己的。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感觉出发，我就是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先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吧，先试试看吧。不行的话，现实会毒打你的，现实会告诉你该干嘛的。先试试看吧。但我同部门有个同事，新来才几天，我和他也没有任何交流。然后那天他把消息发错群了，发到我们公司的大群里了。消息大意是在说我和另外一个女同事，啊，是吧？说人家传人闲话，然后说发出去也很久没有撤回，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最后他还是撤回去了。我和那个女同事关系挺好的，我俩都比较生气，我好想骂回去。我这个女同事就说让我冷静点，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别理她，在办公室吵起来不好。很多天了，她也没有道歉。然后前天我收到一条短信，大意就是说啊，他不是故意的，他在和他女朋友吵架
为了让他女朋友放心，说他女朋友对女同事很敏感。但我觉得这个短信道歉很没有诚意，甚至开头都没介绍他是谁，而且理由也很扯。我还是想当面骂他，给他骂回去。但我同事一直劝我冷静，但我觉得这是欺负人，我必须得收拾他。想问蛋总，我就应该这样接受他这个敷衍的道歉吗？可我就是想骂回去，我应该骂回去吗？或者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怎么办？你让他去大群道歉就行了，骂不骂回去，骂不骂回去还行，随意啊，那都不重要。他说人家不好的词儿啊，我就不重复了。这个直播是吧？我不能说那个不好的词啊，就说人家了。他就说他和另外一个女同事是非常不好的词啊。然后他意思是他在和他女朋友吵架，是想给他女朋友发这个不好的东西，意思他跟这两个女同事都没关系，就这么个意思啊。然后呢，一下给发大群里了。然后你就让他在大群道歉就行了啊，就很简单的事情，你就让他在大群道歉。你骂他也没有用啊，跟这个人离得远一点。你骂他就是惹自己不高兴，远离他，让他去大群道歉，再轻轻爱一会儿吧。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关注。嗨蛋，我目前有2个孩子，家庭算是幸福美满。我老公对我没话说，恋爱4年，结婚7年，11年了啊！我一直以为我的老公是我的真爱，但我在怀2宝的时候玩他手机，发现他在我们恋爱期间有约别的女生的行为，开房一次之后他就跑了。我很追求完美的爱情，我觉得他踩到我的底线了。他向我解释，当时就是想试一试。无关乎喜欢，就是想玩一玩。那个女生也知道他有女朋友，想上位挖墙脚，一个想挖，一个想玩，他们就一拍即合。如果是当时发现的话，我肯定连夜就跑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这么久了，这个贼对我也还不错，贼对我还不错。哎呀，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我该如何打开心结呀？希望你能提点提点，让我不再内耗。你的诉求是这个呀？谢谢。如果您觉得我文字描述不幽默，也可以回信给我。幽默也不用幽默呀，我们没有要求来信要幽默。虽然你挺幽默的，贼对我还不错。我们没有要求过来信要幽默，姐们儿，贼对我还不错。哎，真头晕。他的诉求是啥呢？听懂了吗，朋友们？他的诉求是打开心结。他的诉求是打开心结啊。那我还说啥呀？整点钱吧，房啊、保险啊、信托啊啥的，让他给你买点吧。我还能说啥呀？你肯定是不会听我劝的啊，他肯定不会离的，这没法劝，他肯定不会离。你就弄点财产吧，我还能说啥呀？没得可说，把自己也变成贼。这种主意不要乱出啊！我出点这个靠谱的啊，我认真的啊。姐妹文字写的还真挺幽默的，他就是想玩一玩，然后这个女生呢想上位挖墙脚。其实透露出什么了呢，朋友们？其实这封信透露出什么了？有一个隐含的条件是什么？朋友们，这个男的挺有钱的，是吧？听明白了吗？这男的挺有钱的，有钱嘛？你就说这个亲爱的，是吧？这个已经出现过有人要挖墙脚的事儿了，这将来再有人要来挖墙脚，我未必每回都能扛住呀。这墙角嘎嘎挖，这墙角再坚强也不能扛得住老挖呀。你能不能让我的墙角再结实一点啊？你老公应该也不是傻子，能听懂是吧？让他给你买个房，买点什么，就那些东西你也知道啊，就是把钱什么的往自己手里多赚点行了。我还能给你出啥？能给你出啥招啊？你肯定不想跟他离婚是吧？没啥招可以给你出，多挣点钱就得了，能说啥呀？说不了是吧？
狠狠敲诈，别，不是敲诈，不是敲诈。我虽然说的有点不正经，但我是认真的，就是这是实情嘛。这个女生现在不就是解不开心结，完了没有安全感嘛？觉得这个老公对我明明很好，结果以前还出现过这种事儿，有点不放心嘛。那怎么才能放心呢？你又不肯离婚，那怎么才能放心呢？那不就是有钱不就有安全感了吗？钱是什么吗？不就是安全感吗？对吧？弄点钱，弄点财产，好好的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以后再也不要看他的手机了啊！把这个习惯改一下，以后不要再看他的手机了。既然你是这样性格的人，就不要再看人家手机了。没有那个金刚座，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啊！能看，看不了就别看人手机啊！好好看看房产证，看看自己的房产证，看看自己的理财啊，姐妹儿，我认真的，你肯定也不想离婚，真的，真心的推荐你。去年七夕，蛋你好，去年七夕我在山上的庙里，去年七夕我在山上的庙里认识了他妈。去年七夕我在山上的庙里认识了他妈，那时我正好辞职去庙里做义工，我住的房间正好有一个来参加法会的阿姨，我带她晾衣服，唠起嗑来。她说他们家90年代买了2块地皮，现在每月收租20万。她说她前夫乱搞，对她伤害很大。她说她最操心她大儿子，30多了不结婚。然后我就开玩笑说：“阿姨，看我。”哎呀，你们在佛门圣地说这个适合吗？你们这在佛门圣地，你说阿姨看我，这行吗？啊，这佛祖不介意，路过的和尚听着也得头晕呢。这合适吗？阿姨看我，阿姨就把她儿子微信推给我了。孽缘就开始了。我们加个微信，刚开始我就觉得聊天很无聊，但又觉得遇到收租工嘛，不努力天理不容。于是在我的狗头军师们的建议下，我主动约收租哥吃饭，我挑地方他买单。见面第一眼我就有点想逃了，还行吧，就正常人的长相，但是呢不像30多，看起来也就24、25。这怎么是个缺点呢？这是我第一次和男孩子正式约会，聊天中我觉得他能够理解女性的困境，帮助身边的女性，就是他妈妈他姐姐。关键是我对他有生理性的喜欢确实不是缺点。我发现走在路上我不抗拒和他不经意的触碰，我一下就爱上了。约完会开开心心的回家了，之后我都主动找他。收租哥每天除了健身打球唱歌也没别的事儿听起来是收租哥哈，听起来确实是收租的哈。收多少租啊？每个月收租20万是可以，好的，那就健身打球唱歌呗，那是理解啊。我的消息他都会及时回复，慢慢的我开始在他面前倾吐我的迷茫和脆弱，暴露我对人性社会的无知。他刚开始耐心的开导我，后面发现说了也没用，就开始礼貌性的回复。可是我会因为他礼貌性的回复患得患失，天崩地裂。佛法还是读少了。你这去庙里光当义工啊，你那经文啥的看看呢，这藏经阁你转转呢，你光跟阿姨晾衣服，这庙白进了金刚经啥的不读吗？这礼貌性回复就给你整的患得患失，天崩地裂了。让你放下七情六欲不听，让你戒贪戒嗔戒吃不听，天崩地裂。有一次我约他想回请他吃饭，他告诉我只有下午3、4点有空。我是一个3餐准点的人你这在庙里学的东西太乱了，你把这个3餐准点学会了。但我居然容忍了这顿3、4点的饭局，结果不到1分钟，他说抱歉，他忘记约了健身课，后天可以吗？还好，我不仅是个恋爱脑，我还是个友情脑，我不可能为他割朋友。我说后天约我也没空于是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都挺有原则你们俩都蛮有原则的再也没见过了，真行。最近我脑子突然清醒了，我发现我和他的关系早就变得不平等。
他给我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草率的表白，可能是因为我在他面前暴露的太多，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比我老10多岁。其次，我觉得我好卑微，为了迎合别人一再降低底线，我不要再这样了。但我还是有点喜欢他。年初开始，微信我不再主动找他，他也从不给我点赞评论，但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互相关注，他隔三差五给我转发一个视频。拿你当智能助手了，隔三差五给你转发一个视频。我承认我隐隐还是有点期待，我偶尔也点评一下他转发的视频，但是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对我没有好处啊。但呢，我觉得很累啊。无论是友情爱情，我都会被截然不同的人吸引，他们独立理性敏感细腻，而我感性依赖直率坦荡。可每次靠近我都觉得心累心碎，关系到最后要么曲终人散，要么一拍两散。你这语法什么叫要么曲终人散，要么一拍两散？这有什么区别啊？就一个唱歌，一个没唱歌呗。曲终人散和一拍两散有什么区别？就有一个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还有一个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是这个区别吗？这有什么区别呢？曲终人散和一拍两散。分享完毕了，祝蛋的小卖部生意越来越红火。庙去少了。哎呀，这在山上庙里认识的阿姨，你给你整成这样，这佛学你这个佛门你进去，佛学没入门啊？我们佛学入门还有吗？让他买点啊，听听佛学入门吧你庙门进了，佛门没进啊？你光是进了庙门，佛门没进啊？你这啥呀，姐们儿？为情所困啊，不行啊，佛法白学了，应该也没学。就顾晾衣服了。曲终人散和一拍两散有什么区别啊？朋友们，一个唱歌，一个跳舞。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姐妹儿，我真的，我读到你在庙里做义工的时候呢，我承认我对你有一些，本来这个幕已经刮开了，正要相看的时候，没让我看成啊。下次去庙里别光这个什么晾衣服啥的。跟这个法师啊什么的聊聊天，看看经，看看佛学入门啊。单相思啊，就是单相思。这个收租哥就是感觉都完全没有看出来对他有过任何喜欢的表示啊，都是他自己在那想。蛋总你好，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和我前女友的故事。我和她认识有8年了，是大一学校的同乡聚会认识的，也单独出去吃饭，但是大学4年一直停留在朋友的关系。她那个时候也有男朋友。有一次我在忙拍摄的事情，她来给我送水，被她男朋友发现了，她男朋友就加我 QQ， 问我是谁。这是个古早的故事吧？加的还是 QQ， 这是什么年代的故事？这是一封不应该用手机读的信啊，这是应该用纸读的信啊。她朋友还加我 QQ， 问我是谁。我说是朋友，他就没理我，后面也没有再接触。20年大学毕业，也就慢慢淡忘了。20年大学毕业没有很古早，那个时候还用 QQ 吗？啊，年轻的朋友们，你们20年还用 QQ？ 没有很古早，20年毕业，现在毕业4年嘛。到了22年的时候呢，我回到成都工作，他突然联系我，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工作呢？他说他考上了研究生，23年毕业，现在在成都报了个班，有时间可以一起吃吃饭。我当时其实都快忘掉他了。然而，当我点进去他的朋友圈看，我去，他现在变得好好看啊！他开始加了感叹号了啊！他又高又瘦，脸还小，我直接就心动了呀。然后后面不到1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呀。一开始2个人喜欢的很热烈，但恋爱的新鲜期总会过。我们22年年底就分手了，这过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22年年中。这刚发生这么多事，就半年的事呗。22年年底又分手了，他无缝衔接了另一个比我优秀的多的男生。哎呀，兄弟，怎么自己就，兄弟啊，怎么自己说上这种话了呢？另一个比我优秀的多的男生，兄弟啊，这怎么了？怎么心气儿都没了呢？我看到他有男朋友之后，也就删除了联系方式。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并没有。从我们分手到现在，他总是会用各种方式联系我，说一些有的没的。
虽然频次越来越低，但是也一直没断，打电话、发短信、重新加我的微信等等等等。一开始我会在他说完一些事情之后，比如说，哎，你最近在干嘛呀？我想你了，我找到工作了，我离职了，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分手了，我复合了，等等等等。他跟我说完这些，我就会删微信。我现在连删都懒得删了，因为我知道他会回来加我。哈哈哈哈哈！这哥们儿挺有意思，难得的直男来信啊，朋友们，我们要认真对待啊，很难得，直男来信非常少。而且我自己也有点对这个前女友一直惦记的感觉，很上瘾，嘻嘻。哎呀，你嘻嘻什么，兄弟？你是不是直男？怎么又嘻嘻上了？这哥们儿挺可爱啊。本来就这样也还好，两个人也没有越界嘛。但是在今年的5月份，他就说想来找我喝喝酒，我就看他朋友圈，他和他现男友秀恩爱的朋友圈也没删。虽然我很疑惑吧，还是约好个时间。对，没错，我就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聊了很多，果然那天喝了酒，他也和我回家了。果然也做出了一些没有道德感的事情。那天之后，我俩还是会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她也没和她现男友分手，我俩都比较默契，当那天的事就是没发生过吧。我想问蛋总，我到底还该不该跟她保持联系？我自认为其实是没有复合的可能的。她现在跟我这样，我和她谈的时候，她有没有和另一个她的前男友这样？我说不好。还嘻嘻吗？接着嘻嘻呀你！你想到此处，你咋不加个嘻嘻呢？在这块给我加上句号了，你咋不嘻嘻了你？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呢，肯定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坏处，但是这种关系毕竟很不健康呀。我也有点心疼她现在的男朋友。那天喝酒的时候，她和我聊天还说现在这个男友想和她结婚的。但我虽然没有道德感，但也残存了一些羞耻心。我想问问蛋总有什么看法呀？谢谢蛋总，祝小卖部红红火火。我有什么看法？你这不分析的挺好吗？你自己给自己理的挺顺。我劝你再也别回他微信了，你能做到吗？我劝你再也不要跟他见面了，你能做到吗？兄弟，你能做到，他能做到吗？兄弟，你做不到吧？看你不像是能做到那人啊，能做到不会给我写这么长的信。行，这哥们儿挺好，哎，特别好啊，很难得有这个直男来信。这哥们儿吧，就是吧，自己也说了，道德感也不强啊。他说的不是道德感，他说是没有道德感，但是还残存了一点羞耻心。哎，少见面吧，少见面吧，不是少见面就别见面了啊，别见面了。你要非问我的话，虽然我觉得你也做不到，别见面，别见面，对你也不好。对你不好啊，能做到吗？你做不到，估计你做不到。关键这姐们儿太猛了，再给你们念一遍前面啊。他会一直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打电话、发短信，重新加我的微信。比如说你在干嘛？我想你了，我找到工作了，我离职了，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分手了，我又复合了，等等等等。我收到他这些短信之前会删微信，现在都懒得删了，因为我知道他会加我回来的，哈哈哈哈哈！而且我自己也有一点对前女友一直惦记的感觉，很上瘾，嘻嘻。你这个嘻嘻你就好不了，好吧，哥们儿兄弟，你要是不嘻嘻呢，我觉得还能劝，你这个一嘻嘻啊，你这个没有道德感的快乐的嘴脸已经跃然纸上了，是吧？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感觉已经栩栩如生了。我感觉我劝不了你了。你居然愿意听我一句劝的话，别见面了，别见面了，真的别见面了，对你不好。太有意思，太有意思，头晕，真头晕，不是假头晕，是真头晕。欢迎大家。蛋总，我本以为在感情上我能进退自如，跟了一个已婚男人在一起1年多，开始只是单纯的觉得他有趣，在一起玩一玩。后来我爱上了他，我选择了离开他，他也知道给不了我想要的，默认了我的离开，但是他依然会报备他的早出门，他的晚回家，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删了他，他就加回我。我希望他能删了我，这样我能彻底断个念想，但他不肯这么做，我不明白，你不明白吗？
这样拉扯了2个月了，我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说你该怎么做？我30岁的人了，面对这种失恋的悲伤，已经哭不出来了，只感到身心俱疲。同时，我爸妈在闹离婚，我记事儿以来，他们就感情不和。我们都支持且鼓励他们这个决定，并给他们出离婚或分居的方案，出谋划策。我想要一个清静的家，我真的累了。我也不知道写这封信我想要寻求什么，可能只是需要匿名的倾诉吧。对，姐妹儿，你就是需要匿名的倾诉。你该怎么做，你心里都有数，这还有啥不知道的？倾诉倾诉啊，回去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啊，弄一个清静的家，自己也清静清静，家清静了，自己的心也清静清静，是吧？少给自己整这么复杂的事，陷入这种复杂的关系，整点清静的啊！我都不推荐你现在谈恋爱，我都不推荐你说现在马上谈恋爱，我推荐你现在出去玩一玩，自己好好待一段时间，不要再搞这些感情的事情，头晕死了，是吧？我知道你肯定很头晕，爸妈又闹离婚，从小感情就不好，你又陷入这种三角关系，又爱上，出去转转啊！别在家整这些情情爱爱了，清静清静，清静清静，清静清静不挺好？出去转转啊，姐妹儿，我真心建议啊，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硬目标，姐妹儿，给自己一个硬目标，半年不要谈恋爱，好好清静一下，感受一个人清静是什么感觉，感受一下，你会很喜欢的。这封信的题眼是什么？这封信的题眼是，但我本以为在感情上我能进退自如了，本以为是吧？本以为。好好清静一下，就真的能做到了。大家可以接着投稿啊，蛋子小卖部普通店员。然后我伟大的同事帮我接着收稿。蛋总你好，我最近有一个小困惑，感情上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今年30，相亲认识一个男的，聊天动不动就消失1个星期左右。虽然我也不是很主动，但是人消失了就觉得算了吧，接触也没多深。我刚有这个念头，介绍人那边就会来帮他解释，但是他本人从没有解释过。不过他消失的时间点据说应该是他出差的时间，最近这1个月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在七夕前我以为关系会有进展的时候，他又出差了，然后又办失联。出差结束呢，七夕也结束了，我去占卜，人说他不是我的正缘，我还应该坚持吗？听相信大师的吧啊，你都占卜了，你就相信大师的吧，不是正缘就不是正缘了嘛，毕竟他长得还符合我的审美，算了啊。然后工作上呢，我的领导升职了，许诺我当一个小部门的头头，问我想去哪，但是我这个人选择困难，而且我感觉领导有点想让我站队的意思，我该如何下手破局？工作其实不重要，情感你必须给我支招啊！听大师的啊，你都算了，你就听大师的吧啊！工作怎么就不重要？还工作不重要，情感必须，工作重要啊！工作重要，工作才重要。哎呀，问我去哪里，但我个人选择困难。你选择困难让领导选呗，领导要让你当一个小部门的头头，问你去哪儿，你就说听领导的，领导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完事儿了啊，不用自己选啊，听领导的吧，反正人家也是人家给你升职是吧，你就听他的吧，领导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就行了啊。然后感情的事听大师的，工作的事听领导的啊，就这么点事儿啊，别纠结了。我和我前任原本是异地，然后我想和他结婚，就辞了工作去了他的城市，然后开始谈结婚的时候，我爸妈觉得应该要套房，就想着说怕他们太困难不要彩礼了，我们家再出30万共同买房，希望他们家也可以出30万买房，但是被他妈以年纪大了没有能力拒绝了。然后我就想要不就让他跟我来我的家乡，我爸妈可以帮忙买房的。但是我还在等他决定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已经出轨了，就在我爸妈和他爸妈没谈拢之后，他就立马和一个女生开始暧昧了，然后我通过行车记录仪发现了。虽然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我看到他和那个女生很顺利的在一起，我还是很难受。谈了4年就这么容易割舍吗？是不是我不好？有一个反思怪啊，是不是我不好？不是啊，不是，为啥老是想是不是自己不好？你你哪儿不好啊？哎呀，你都是吧？你都愿意他来你家乡的话，你都愿意家里都愿意帮他买房了，我都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吧？都有点不至于。然后还要说是不是我不好？有啥不好呢？精通查看行车记录仪是吧？这个不太好，这也不能怪你啊。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吧？这有啥不好？哪儿不好啊？烦死了，哪儿不好啊？不要老这么想问题行不行？挺好。这个故事在我读起来是一个及时止损的故事啊，幸好发现的及时是吧？是一个很及时的故事。
结果你的结论怎么是谈个4年就这么容易割舍吗？是不是我不好？感情的事是吧？谈个4年怎么了？谈40年的也有说割舍就割舍的，是吧？这个不是一个想问题的时候别想这么多这个变量在里头。40年说割舍也就割舍，眼神不好啊，眼光不好，对，眼光不好，有啥不好的呀？这不挺好的吗？该说不说，先省个30万，对吧？怒省30万，你说你要不是及时发现这30万，就不好说了，可能就损失1万。我猜是不是这么个心理啊？你们跟我咱们一起聊聊，朋友们。就是这个被分手以后，老要反思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觉得自己所谓的改好了、变好了，那个人就回来了。想的是不是说我已经没有力量、办法改变对方？如果是我改好了，对方会不会就回来了？是不是这样？你改好了，他也不会回来的啊！你还有多好？没有什么改好这件事啊，你不会改好的。他已经不喜欢你了，你能改好吗？你改不好，你要改成啥样？你能改成啥样？然后回来以后，如果改的你特别难受，你就是为了他的样子你去改变了，你要这样活一辈子吗？你可以吗？不可以吧，是吧？这个改变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你老想着你不好，你有啥办法呢？你能改好是咋的？你改好了要过一个虚假的人生。蛋总看你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我不信啊，你肯定是看的切片。我有一个困惑，想让你帮我解答解答。我今年21岁，谈了一个32岁的男朋友，什么困惑？是想知道他比你大几岁吗？大11岁啊！马上我就算出来了，不是这个困惑吧？什么困惑？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小区快递柜旁边加的微信，刚开始加微信他就约我吃饭，我都不愿意搭给他。刚好有一天晚上想去看日出，这么刚好吗？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他刚刚应酬完，那天刚好是星期五，他周6休息。就说带我一起去看日出，沿途也很细心，跳步骤了，姐们跳步骤了。他说带你一起去看日出，一个逗号你就说沿途也挺细心了，你不愿意搭理他吗？怎么这个咔就一个日出就答应他了啊？后面这个逗号跨越的更猛啊，这2个逗号跨越了好多细节啊。完整的读一下这句话，太扯了。就说带我一起去看日出，逗号沿途也挺细心的，逗号说想要我做他的女朋友，逗号和我说了说他的薪资，逗号然后说他不急着结婚，这么猛吗？你们就去看日出的路上可以说这么多吗？就几个逗号就给我跨越完了，中间是不是省略了1万字啊？啊，姐们，逗号可以，逗号当省略号用啊，你逗号当省略号用可不行啊，你省略了太多的东西了啊！我心想，不结婚也是我想要的。也挺好，后面到了岛上，他对我也蛮细心的。朋友们，刚刚这一番对话是在车上发生的，天哪，在车上就已经聊到了不结婚是我想要的了，然后就才到了岛上看日出。他对我也蛮细心的，看来细心对你来说很重要啊，强调2遍了。他说了一些小浪漫的话，早上日出出来的时候，氛围可能就到了，他就和我吻在一起了。行，爱在黎明破晓前了哈。爱在黎明破晓前没你们快啊！爱在黎明破晓前可聊了不是可聊了挺久才吻到一起的。你们还记得刚刚说上个贼船，然后贼很爱他那个，就是相恋4年结婚7年，完了那个说她老公其实恋爱期间出过轨那个，然后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让他弄点房子啥的，那个不想离婚那个。万分感谢我看到蛋总在读我的信，但是我老公当时在我边上，我迅速划走了，我如何才能看到回放呢？哎，你俩手机都是共用的是吗？你看他手机，他看你手机，你俩是不是就一台手机？姐妹儿，咱们挺大个家庭条件挺好的，你这多买个手机不行吗？俩人非得用一台手机，你用这个手机发现他出轨，他用这个手机看我直播。你先买台手机吧啊！我刚才说先给你买个房子，你先买个手机啊！什么情况？刚刚那个信有新来的朋友，大概给你念一下吧，我就快速念一下。这个姐妹这个故事写的挺精彩，你们感受一下它其中怎么拿逗号当省略号用的，怎么样跳过个细节，给你念一下啊。我今年21岁，谈了一个32岁的男朋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小区快递柜旁加个微信，刚开始加微信他总约我吃饭，我不愿意搭理。刚好有一天晚上要去看日出，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他刚应酬完，那天是周五，他就说带我一起去看日出，沿途也挺细心的。注意来了哦，说想要我做他的女朋友，和我说了他的薪资，然后说不着急结婚。我心想不结婚也是我想要的，也挺好的。后面到了岛上啊，前面都是车上说的啊，他对我也蛮细心的，说了一些浪漫的话。
早上日出出来的时候，氛围可能就到了，他和我就吻在一起了。看完日出，因为岛上离家还是有点距离的，就在那边开了间双人房住。之后我睡着了，他就到了我的床上。我实在是太困了，想着条件不错的话，谈谈也是可以的。谈了几天之后，我姐姐走了，就在家里，他姐姐走了，然后我们就类似于同居了，他就跟这个男的同居了。总是在他家住一住，在我家住一住。他平时工作太忙了，基本上我们白天也不聊天。他只有他下班之后来找我，然后陪我的时候也是玩手机居多。现在我有点看不懂了，我感觉这段关系一直都是我在供养着他，他并没有给我什么情绪价值。七夕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红包，然后说了句七夕快乐。晚上见面的时候他在帮他的小兄弟追女孩子，送花一套一套的，我就看不懂了，他是不是什么都懂啊？只是不愿意给我。今天发高烧了，烧到了39度，当时在他家里睡觉，然后他带我去了医院，钱也是我自己付的，然后送我回家了，说今天我们分开睡吧，这样我的感冒好得快一些。我感觉这一切似乎都很合理，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合理，哈哈，合理，哈哈哈，合理吗？看合哪种理啊？算你倒霉啊，姐妹儿，以后取快递就好好取快递，少跟人加微信。这姐们儿咋办呢？这姐们儿，第一，快递让他尽量送上门啊，少放快递柜儿。给你分享一些人生经验啊，尽量让快递送上门，这样呢，减少你在快递柜儿乱加别人微信。第二，少看日出啊，看日出有什么好看的？想看日出在家看看就得了，少往那个岛上跑。非要看日出，约上3、5好友啊一起去，别整这一出啊！你觉得我信吗，姐们儿？你觉得我信吗？你们想听吗？我的阴暗的分析，你们想听吗？我阴暗的分析，你们想听吗？我刚都不好意思说，我就刚刚在说他这个逗号跳跃太快的时候，他隐藏太多细节了，这都不合理了。刚好有一天晚上想看日出，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这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这男的就来带她看日出了。最后是他俩一起去看的日出，我都怀疑那个朋友圈仅那个男的可见，你们信吗？你们信吗？如果他就是想看日出，为什么不约朋友呢？就那么巧，就发个朋友圈，就一个不愿意搭理的快递柜家的男的带他去就去了，然后俩人就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接吻了，然后就这么巧，因为岛上离家有点远，就在那边就这么巧就开了个双人房住，就这么巧后来就在一起了，就这么巧现在就有点看不懂了，本来你也没看懂，姐妹儿，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的别揽这个瓷器活啊！没有金刚钻的少揽那个瓷器活。你觉得你能玩得了这种游戏，你就玩，你别玩半天，给自己玩进去了，玩头晕了，说发烧了39度，看不懂了，蛋总，我看不懂了，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一切似乎都很合理，但又不是那么的合理。对，如果你会玩就合理，你不会玩就是不合理。不会玩别瞎玩，干啥呀你？还合理不合理？没啥合理的。你要是自己心态你潇洒，你放得开，你就觉得好玩，那它就合理。你看你玩着玩着头晕了，说这男的咋回事啊？干啥呀？陪我的时候就嘎嘎就玩手机，怎么不给我情绪价值呢？啊？怎么回事？怎么说分开睡我的感冒会好得快一些呢？怎么了呢？这是？怎么了呢？怎么呢？你当初，如果你当初，你说你招惹这种人是吧？你招惹这种人，你当初就得有这种预判，你没有这种预判，以后就别招惹这种人了，是吧？你觉得你能招惹来一个什么人呢？你比较阴暗，我说的可能也不对啊。别往心里去啊，姐妹儿，我说的可能那个重一点。你发烧不会现在还在发烧吧？应该发烧好了吧？哎呀，如果你现在是39度，我跟你说这些，我是不是有点不是人了？行吧，你就是烧着听吧。你就是如果现在在发烧，以后就少招惹这些人啊，少去快递柜旁边加这些微信，踏踏实实的。你就是谈不了这种就别谈了，别谈这种。然后这个人你就离他远点吧，你就算你倒霉吧。不是姐姐走了吗？让姐姐回来住吧，赶紧还是跟姐姐住吧，少跟她住吧。你说你跟你姐住，你姐至于吗？你39度发烧，她还能让你自己去医院付钱，还能不陪你啊？是吧？想听男生视角，什么男生视角？没听懂。其实就是这个女生肯定是挺主动的示好吧，当然这个男的肯定也挺主动的，就
肯定是都挺主动的。为什么我觉得是被骗了？骗啥了呀，姐妹儿？我再给你们念一句他们在车上说的话啊。他们在车上肯定说了很多话，我给你念一句在车上说过的话啊。他说想要我做他的女朋友，和我说了说他的薪资，然后说他不急着结婚。我心想不结婚也是我想要的，也挺好，是吧？肯定还说了很多，咱就不推测了。反正既然已经伤心了，就远离吧啊，远离吧啊！既然伤心了，就远离了啊，姐妹儿啊，听我一句劝，伤心就远离。但总好本人的狗血经历：我34岁，离异5年多，女儿8岁。我虽30好几，却很幼稚，恋爱脑。害怕，你这个开头我就害怕了，后面还有这么长。离婚我大病一场，还好我认识了前男友小赵，小赵比我小8岁，情绪稳定，在各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满足，陪我4年，带我走出低谷，我很感激他。但是时间久了就没有那么心动了。他工作调到外地去半年，刚走不到1个月，我就劈腿了老赵，比我大12岁，已婚。开始时我和老赵只是朋友，有次他喝多了，对我深情表白，还强吻我，我克制住自己没有张嘴。第2天酒醒了，他说他完全不记得了，真是个心机狗。但是他勾起了我的馋虫。之后我们骑行了几次，老赵对我很客气，没有越轨的行为，气死我了。最后我主动的忍不住提出了，是吧？开始了哈，然后我们就天雷勾地火的热恋了起来。我没有了底线，我一点也不愧疚，我立马和小赵分手了。他非常伤心，我太缺德了。老赵的工作做1休2，他已结婚19年，雷打不动，每天早晨6点起床，给老婆孩子做饭。恰好我今年不用上班了，在家里画画，自学中医。我们连续几个月大白天的在一起，他老婆也从来不查岗。我们没羞没臊，没羞没臊，肆无忌惮。每天晚上6点，他又会雷打不动的回家做饭。这么猛吗？在我和老赵的热恋期，小赵为了疗伤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年龄相仿，很快就谈婚论嫁了。渐渐的，我开始因为老赵对他家庭的坚定而感到伤心。是，这很坚定啊！早上6点，晚上6点，很坚定。他说他不爱他老婆，我才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女人。但是他说永远不可能和我结婚的，想都不要想。他也展示出了强烈的控制欲，查我手机，翻我相册，不让我见异性朋友，还因为我在微信上和小赵聊骚生气过。我尝试摆脱他，提了2次分手，他都同意了。但是他一找我就沦陷了。我中医也不学了，画也不画了，感觉生活里只有他了，其他任何事都没有乐趣了，我越来越痛苦了。老赵有时会说不想耽误我了，说我还年轻，以后还得嫁人。我还哀求他，说我不嫁人，我只要他，他有老婆我也不在乎，我绝不会破坏他的家庭。这样的暗无天日的一阵子之后，我下决心分手。月初老赵休年假带儿子旅行，我就把他的微信什么玩意儿都删了，可是还是会常常去看他的社交平台，看最近的访客，每次都有他发私信，我都忍着没回，我总是哭，我还是放不下。这几天我又和小赵搞到一起了。小赵对我余情未了，我又成了小赵的小三。老赵大概10天后回来，小赵说绝对不能再和好了，让我跟老赵彻底闹掰吧，彻底闹掰才能确保以后他不会来找我。比如用告诉他老婆威胁他，或者把他的照片打印出来吓唬他，或者说如果我不想闹的话，小赵可以替我去闹。请蛋总帮帮我，我不想再和老赵和好了，怎么才能拒绝老赵的致命诱惑？我应该去和他闹吗？你要闹啥？你闹海吧行吗？啊，姐妹儿，你这生命力光闹个男女的，你屈才了啊！你找片海，你闹海去吧，哪吒。这位姐妹，《封神》第3部没你我不看啊！你闹海去吧啊！你少闹着情情爱爱的，你还有个8岁的女儿呢，姐妹儿，你这也挺厉害啊！你这时间这在家不用工作，学中医学画画，早上6点老赵做完早餐来找你，晚上6点回家做饭，意思老赵回家做饭，然后你再照顾女儿。那你跟小赵又是什么时候呢？哎呀，好头晕啊！怎么才能拒绝老赵的致命诱惑？哇！这么致命吗？哇，你跟小赵的关系好和谐啊！他要帮你去闹，哇，哇，这，咱们这个日子，咱们都是过日子。你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是一个平行世界里一个电视剧里的人吗？这怎么这么猛吗？
这个生活不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吗？非得整这个致命这一块吗？太猛了，这个编不出来啊，这编不出来，这应该是真的。姐们儿，在家没事看看我直播不行吗？咱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不行吗？咱非得现身说法，咱非得就是给我写信。你不用为了给我写信干这些啊，应该不是吧？不是为了给我写信吧？太猛，太猛！哎呀，头晕了。爆炸了呀！你知道我读这封信，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什么吗？你知道我读这封信，我最大的心理冲击是什么吗？朋友们，我的心理冲击是这么多年，他居然其实处理的挺好。我要不开这个小卖部啊，他可能就一直这样，他也不知道，他也没他处理的挺好。哼，其实他现在也没有处理的不好。朋友们，他现在就给我写了个信而已，说要不要去和他闹。我觉得他肯定能处理好，他都这么多年了，他都处理完了。他跟那个小赵在一起都4年，完了现在又老赵，完了又小赵，真猛。姐妹儿，咱们这个百家姓能找点别的人行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呢？咱们这个挪一挪啊，非得可这个姓赵的吗？啊，好吧，咱们这个百家姓往前进走一走，好不好？咱们百家姓。你停留在第一大姓就不动了呢，怎么往前走走，好不好，姐妹儿？你要真的认真问我什么建议的话，我还得认真的给你个建议啊。这什么老赵小赵的啊，别一天天的了啊，好好的带着女儿出去转转。你不是今年不用工作吗？姐妹儿？你带着你这个8岁的女儿出去转转，溜达溜达啊，这不暑假吗？出去转转。开开心心的，非得整这些情情爱爱，给我头都读沸腾了，姐妹儿，咱们人生就没有别的事儿了吗？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出去看看不行吗？好吧，就这么一个劝哈，别闹了，有啥好闹的呀？他就问我啊，说我不愿意再和老赵和好了，怎么才能？什么闹断了自己念想，怎么别你能不能别老想这些事儿了？你不学中医学画画的吗？你接着学中医，你求学吧。你这样，你遍访名山大川，找这个高能大德学中医学画，这好多人都在山里啊画画啊什么的，是吧？你去学中医学画去，好吧？别离开这个环境，你这个环境太吓人了，你也太吓人了。出去学中医，然后给自己开一味药，镇定作用。中医有那种药，你自己学一学，给自己开药，就是一吃就是那种冷静那种，吃点那种心无杂念的药。蛋总你好，我今年已经30加了，最近相亲了，遇到了一个男生，我还挺喜欢的。他是离异单身，有个孩子，孩子跟着前妻，我单身未婚。一开始亲戚介绍，心里有点忐忑，见面没想到正中我意。我是比较直接主动的那种，我们前后见了7次面，后面我询问他的想法，他把我拒绝了，说怕耽误我找另一半，心里很难过，但又不想放弃，怎么办呢？我知道自己心有不甘，但又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可以靠近他，怎么办？甘啊，学会甘，学会心有甘啊！怎么还心有不甘呢？要学会心有甘啊！把这个心有甘学会，不要老心有不甘。没机会啊！为啥要靠近他？这不拒绝你了吗？说怕耽误你找另一半，这拒绝的都不能说委婉，拒绝的相当直接啊！远离吧，这还要心有不甘？有啥心有不甘的？甘啊！学会心有甘，好吗？实在干不起来，你喝点这个甜水啊，喝点甜水干一干啊，吃点这个甜甜的这个山楂，蜂蜜山楂，吃点这个玩意儿干一干啊，吃点橘子干干一干，学会心有甘，胃有橘子干，心有甘啊，干一干啊，别搞不干，哪有那么多心有不甘？学会心甘啊，心甘情愿是吧？学会心甘情愿。但我和我男朋友谈了6年了，现在他25，我32，我们异地网恋认识的。前面几天见了他父母，他也见了我父母，双方家长都没什么意见。其实这1年我和他已经有很多次吵架了，因为他开始冷暴力我，天天和网友连麦打游戏，见家长也一直是我家里催我，加上我也年龄焦虑，所以一直逼他。
见完家长之后，他跟我说他对感情没兴趣了，并且很抵触结婚，说我要是愿意和他耗着，他可以陪我耗着。他还挺大方。哎呦，他人还蛮大度的哈。哼，他说我要是愿意和他耗着，他可以陪我耗着。哎呀，怎么有这么好的人？不想的时候也可以离开。他说更想去学习、工作、打游戏，当然也没有想法找别人。我同意了，这几天也没跟他说话，他却一直给我发信息，管我叫老婆，说想我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喜欢生闷气，并且说什么都要听他的，我几乎都听他的了。比如他妈妈生日，他不许我买蛋糕，但是我买了。点外卖，他说别点他的，我点了。这些事儿他都要拿来说我没听他的，让我觉得很离谱。另一方面，他天天跟网友连麦打游戏到2、3点，我找他说话他就说忙，实际上在打游戏，也让我觉得很难受。可我还是很想和他有个好结果，求蛋总分析分析。好结果啊，就是分开，分开就是好结果啊，分开就是最好的结果，好吧？瓜熟蒂落，结果的过程是什么？考一考你们自然常识。哎呀，这个有一些这个中年男性啊，让我来考考你们，让我来考考你们一些自然常识。结果是什么样的？树上结果，树上果子一结，不是分开了吗？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哎掉下来了，是吧？这不就是分开了吗？分开就是好的结果啊，结果就是分开，分开就是结果，好吧？什么叫结果？结果不就是掉下来了，好吧？真惊了！你想啥呢，姐妹儿？你俩没戏啊，完全没有戏。我还是很想和他有个好结果，没有啊！别老想这些，感情又不是说你感情你说种树，你说我种树，我想有个好结果，我教教你努力，咱们学一学农业知识啊，是吧？这是你一个人的事，一个人跟大自然的事。你今年没有好结果，明年没有好结果，你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老天爷开恩，好好降雨，明年有一个好结果啊，结橘子了，最后做成橘子干了，有好结果。你跟一个人怎么有好结果？这玩意儿是你努力有用的吗？是你强求得来的吗？他说我要是愿意和他耗着，他可以陪我耗着，这句话完了就是结束了。然后你好了，你现在有一个救命稻草，说没跟他说话吧，他又一直给我发信息，叫我老婆，说想我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无聊，什么意思？他很无聊，他游戏可能在更新，那游戏也不是一直能打，游戏在更新新版本啊，或者他的打游戏的那个网友下线了，有事儿，人家网友有谈恋爱，人网友谈恋爱去了，好吧？游戏那个伴侣，那个一起打游戏那个谈恋爱去了。他有点无聊了，眼睛疼了也有可能。说给这人发个微信吧，想你了。你一回说啊想我了，哎你不是想我了，你怎么不理我了？说战斗呢啊，别烦我，打游戏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还想不通？这有啥想不通的？分开就是最好的结果，不要耽误人家打游戏了，人家打游戏打挺开心的，干啥呀？对不对？就这么点事儿，你以为呢？你以为他给你发想你了就是想你了，给你发想你了是无聊了。哎，我又要说一些很残酷的话了哈，算了，别说了，又要挨骂。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一个平时对你爱答不理的人，突然给你发来3个字想你了，你就把它翻译成我无聊了，你再读一下上下文，你看是不是更通顺？你下次试一下，所有人都是这样，你下次试一下。你看一下你们的聊天记录，就是你会感觉那个想你了那3个字特别突兀。你看你那聊天记录都是你给他发一串他回你一句，你给他发半天他隔很久回你一句。你看你们的聊天记录是这样的聊天记录，突然有一天他给你来了一个哎想你了，你觉得哎这怎么在这聊天记录里怎么这连贯吗？上下文让我来把它翻译成我无聊了我再看看，哦通顺了。你下次试试，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指责啊，这个没有什么道德上指责，人就这样，人就这样，人就是这样，就这德行，没有说特别非要批评哪个人啊，就是人就这德行，人就这样，你就是认清这个现实。你要觉得他无聊了，你也无聊，陪他聊2句也行，是吧？你要觉得他无聊，但是你不想这么陪他无聊，就快跑。李诞哥哥你好，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分手，我觉得挺严重的。我跟我男朋友打架了，第一次是他打游戏的时候，我推了他头。我推了他一下，他突然震怒，然后打了我胳膊一下，我第2天胳膊就淤青了。还有今天我睡着了，他在打游戏，
他就听小说，就把我吵醒了。我说你戴个耳机，他不戴，他继续听。我说那你送我回去吧，我在自己家睡。他还不乐意，我就把他正在放小说的手机带出房间，装在了我的包里。他给我要手机，我就不给他，然后我们就扭打在了一起吧。反正后面他说的很具体啊，什么他打了我几下，我打了他几下。哎呦我的天，你这可以报警啊！你还在这给我复述搏斗过程呢，怎么？真疯啊！他俩扭打半天，哎，后面又说，我说你把我头打疼了，他说那你还，我就还手打了他3下，他又打了我2下，你俩干啥呢？最后我太疼了，我转身就走了。我是不是碰到家暴的人了呀？我应不应该赶紧跑呀？你不是我看前面吧，我觉得你应该是碰着了，但我这看后面怎么感觉就碰着这个家暴的小学生了呢？怎么这么离谱呢？我踢了他一下，他说我说你把我头打疼了，他说那你还，我又还手打了他3下，他又打了我2下。别谈了，别谈了，这无论是打什么家不家暴，小不小学生都不应该谈，别谈了，别回去了，别理他了。你应该，哎呀，这听不懂，反正就别理他了，赶紧跑啊！他很认真的写了一个这个搏斗的过程，我打了他几下，他打了我几下。怎么没必要啊！赶紧走啊，赶紧跑！但我一直有个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说。我交往了3年的男朋友，我对他说的我的学历、我的家庭都是造假的。后来我和他坦白了，他选择不原谅我。我们去年分手以后，我一直都走不出来。我也从来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分手的原因，因为我知道这事确实太离谱、太丢人了。更离谱的是，我的确把自己的家庭和学历编得很好。但是呢，我本身学历和家庭也并不差。3年后的我回头看，真的觉得离谱极了。你这图啥呢？想当演员啊？你这图啥呢？就过这个诈骗的瘾？你这干啥呢？娱乐型诈骗，也不骗啥，编的也说我本身家庭学历也不差，哎，我编一个假的，我过一个这种娱乐型诈骗的瘾，是吧？我相信对方和我分手的原因，既包括我撒谎的天性有这个问题啊，也包括我的真实条件并没有那么好。他已经重新开始，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知道我自己本质不坏，只是太自卑敏感。可是如果是真爱，真的会像他这样狠心吗？如果是真爱，真的会像他这样狠心吗？姐妹儿，虽然我骗了你啊，但是你不能这么狠心的对我呀，我不就骗你吗？姐妹儿，毛病改啊，毛病改啊，姐妹儿，给你一个建议，姐妹，给你一个建议，把你的真实的学历啊，我大概能知道，我也见到过一些这种，确实有，就是这具体心理问题咱不分享，咱也不是专业的，我就给你个建议，可以做的建议啊，把你真实的履历，至少出生地什么的吧，写一篇小小的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小文章，置顶在你的朋友圈啊，防守一下自己。我已经感受到你自己的这个毛病已经给自己带来困扰了，对吧？把自己防守住，置顶朋友圈就写自己真相，防一下自己啊，防一下自己，好吧？啊，以后的人生好好走啊，以后的人生好好走，你会发现没啥，真的，你会发现没有啥，能有啥呀？你甚至都可以把这个写，你就说，我以前因为自卑爱撒谎，我有时候骗过朋友，有的时候是大事，有的时候是小事。我为了让自己以后不要再骗任何人，无论是我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我现在写这么一封自白书，写一封我的自我介绍，放在我的朋友圈置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纳真正的我，你试试，你看看回复，你看看大家能不能接纳真正的你。能的啊，能的，你不就觉得大家接纳不了真正的你吗？你试试看，能的啊，好吧？怎么会想多了？我一直以来有个秘密不敢跟任何人说啊，你肯定不止这一个秘密啊，姐妹儿，你的人生肯定不止这一个秘密，你这句也是撒谎。我一直以来有个秘密不敢跟任何人说，而且我打赌你跟别人说过，只是版本有微调。
姐妹儿，写一封好好的自我介绍，挂在朋友圈上啊！肯定啊，你肯定跟别人也说过，只是版本说了一些不一样的吧。就活出真我是最简单的、最轻松的。你以为撒两个谎可以轻松，最后发现那是最不轻松的。蛋总你好，我最近刚分手了。我一共谈过5个男朋友了，从高中到大学毕业，谈过2个。那会儿小，分手是我提的。哎呀，我那会儿觉得没玩够，现在经历多了，总觉得那会儿是辜负了别人的真心。到自己认真的时候就该受惩罚了。工作以后谈了3个男朋友，最后都是出轨，无缝衔接，被我发现，然后分手。第一个谈了3年多，然后跟他打桌游认识的女生。我做个梦见他出轨了，然后鬼使神差的想起来翻他手机，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生朋友圈他们手拉着手的照片，当时我就马不停蹄的分手了。分开几个月以后谈了个弟弟，谈了1年多以后，他和他前女友联系一起打游戏，后面我因为这个事情吵架，果不其然他就跟前女友复合了。第3个是刚分手这个，最开始我奔着结婚去的，人也挺好，4年多谈了4年多，我妈说爱情长跑最后都得分，我其实挺不以为然。结果这个月我发现他和女同事频繁聊天，吵了吵也分手了，我确实无法接受。蛋总，我有一个疑惑呀，这个男生谈恋爱谈久了，只要没结婚一定会出轨吗？你样本量太小啊，你没法得出这个结论啊，样本量还是太小了啊。虽然你挺倒霉的，都这样，你这3个都是这个情况啊。他们每个人分手的时候都说对不起我，我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们出轨觉得自卑，我挺自信的啊。我很不理解，难不成是我年轻的时候辜负别人真心受到惩罚了吗？哎，我叹口气，我很难受。昨晚也试着去喝了点酒，然后一路溜达回家。午夜12点，上海的街头除了车流穿梭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午夜12点，上海的街头就除了车流穿梭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啊！你走的街跟我走的街不一样啊！午夜12点，上海的街头可热闹了，你走错街了啊！你走的这条街比较僻静啊，你走点那个人多的街。我好像有点理解酒精的魅力了，你不理解啊？你走点那热闹的街，你才能理解。我的脑子转得很慢很慢，然后这个世界突然就美好了很多。草丛里还有一只流浪狗在打滚，我问他：“你要和我回家吗？”他注视着我，走远了，什么反应都没有。哎，人果然生来就是孤独的，蛋总，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情感，除了做好自己，别无他法。但是分开确实好痛苦啊！我可以坦然接受分开，可是现在伤痛太多了，我怕有一天伤口结痂，总会麻木。会不敢再真诚，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我现在还是相信爱情的，我哭死，竟整个伤痛文学呢？怎么这么伤痛吗？成狗不理了啊！草丛里有只狗在流浪打滚，流浪狗打滚说：“我问他要和我回家吗？”他注视着我走远，什么反应都没有，更难受了。成狗不理，怎么这么伤痛文学吗？还有点幽默。哎呀！姐妹儿，少看点这个伤痛文学啊！然后上海的街呢，你走点那个不僻静的街，你感受一下12点上海的街头，好吧？然后嘛，你谈了3个男朋友，这3个男朋友都出轨了，你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啊！你这个问题里头有2个 bug， 逻辑 bug。他说我很疑惑，男生谈恋爱谈久了，只要没结婚一定会出轨吗？你这个前提条件不成立，结论也不成立啊！只要没结婚一定会出轨吗？结婚也有出轨的啊，是吧？不结也有不出的，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姐们儿，你这逻辑全错了。这姐们儿伤痛文学啊，这姐们儿，别这么伤痛了，接着谈恋爱啊！你相信爱情，你就接着再谈。他说：“我可以坦然接受分开，可是伤痛太多，我怕有一天会伤口结痂太厚，总归会麻木。不一定，不一定。伤口结痂，你别把它想成是伤口结痂。现在我们的手，你小时候写字写多了，这儿会不会结痂？朋友们，小时候写字写多了，这儿会不会结痂？会不会？会吗？
练过书法啊，在这儿写字写多了什么的，这儿就会剪子什么的哈。这个皮会变厚，这个皮变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认的字更多了，写字写得更好了？你别把它想成伤口结痂，你就把它想成你结了茧子啊，你也不疼了，你字儿也写得好了，认识的字儿也更多了。当然你的手也没有那么嫩了，是吧？你的手没有那么嫩了，没有那么天真了，没有那么纯啊，没有那么什么一张白纸，是吧？哎，我的手怎么变丑了？但是不是认的字儿更多了？是不是写字写得更好了？你这样想啊，你比喻比错了啊，你文笔不错，你这个伤痛文学写挺好。该好好比喻的时候比错了，什么痰多了会伤口结痂太多，总归会麻木，不是啊？你痰多了为什么是伤口结痂呢？痰多了是你这个长了茧子啊，就是可以更好，弹得更好，是吧？它是保护你的，只是看起来，哎，说哎，确实经历了太多，这个手不像是刚刚出生的那只手了，但是更好，是吧？好吗，姐妹儿？这样小问题啊，比喻比的不咋地啊。前面这个狗不理挺好，神来之笔，真没想到这个狗不理这一段太好笑了。姐妹儿，别老觉得什么结痂，你换一个比喻，换成长茧子，你就心情好一点。李诞你好，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经历。我今年26岁，我之前接触了一个相亲对象，身高180，朋友都说帅，见面一次后加微信。没2天我外派出差，异地2个多月，出差时候压力很大，每晚加完班会回酒店，然后我们都会打电话。其实打电话是因为我压力很大，需要排解。本意是想发泄完压力后马上休息，结果每次他都会聊很久。出于相互尊重，我会耐心听完他唠叨一堆自己的事情。你找人家发泄压力就行了，人家跟你分享一点自己的事情就成了唠叨了。其实我已经很累了，有几次明确想挂电话，他又会转移其他话题。刚开始相处就觉得有些累，因为我是有些回避型人格的。那你还给人打电话，假回避型不对，要用你们的词儿，这叫进取回避型进取人格啊！你们喜欢造新词儿是吧？回避型进取是吧？虽然回避，但是要主动打电话啊！回避型进取人格，我也学会了，不就造新词儿吗？小红书上一天一堆新词儿，我放开了造，我一晚上直播能造10几个啊！回避型进取人格啊！之后出差结束后，我们开始线下见面啊，有时候会觉得他挺帅，有时候又觉得他身上缺少了吸引我的男子力，所以一直没有明确关系。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会跟他解释可不可以慢慢来，我想再接触，直到有特别喜欢他的瞬间再坚定在一起。后来他发脾气，认为我是在吊着他啊，他这不叫发脾气，他是反应过来了。这不叫发脾气啊，这男的反应过来了，你在吊着他。然后我说那就分开吧，就这样分开了。现在我很困惑，是不是男生都比较着急确认一段关系？姐们儿，你出差2个月，每天给人家打电话，你出差2个月给人打2个月电话，每天晚上加完班嘎嘎给人打电话，这不叫着急确认关系了，这已经是就是感觉病危了，然后说这到底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啊？是死是活呀？他是这种心情啊，人家不是说着急确认关系啊，他感觉已经就病房马上抢救不过来了那种感觉啊。哎，我是不是应该遇见差不多合适的人就应该在一起呢？我是母胎 solo， 经验匮乏。如果很快速的开始谈恋爱，没有爱的瞬间就开始，是不是对不起对方呢？以前觉得一定要找灵魂伴侣，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社会压力、家庭压力、生育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思考，与其是交遥遥无期到不了手的100分考卷，不如早上交80分考卷。求蛋蛋解答。你不26吗，姐妹儿？哎，你这个比喻就有问题。什么100分的考卷还是80分的考卷？为啥要考这个试呢？谁给你出的卷啊？有人阅卷吗？阅卷老师是谁呀？啊？有人监考吗？有人阅卷吗？非要用你这个比喻的话，姐妹儿，我就用你这个比喻，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想的是，与其
交遥遥无期到不了手的100分考卷，还是要早早交上80分考卷呢？谈恋爱是一锤子买卖吗？一次就能考80分？你对自己这么自信，还早早交上80分考卷？80分是很好考吗？咱们有没有可能先交4份20分的，凑一个80分？姐们儿，非要用你这个比喻的话，咱先凑个4份20分的啊，20分的。哎，你怎么这么自信呢？你一锤子就能考80分，考80分很好考吗？啊，行不行？怎么样？咱们先把这先多凑凑，好不好？听我一句劝啊，就说这个男孩吧，你就说人家这个男孩吧，跟人家打个2月电话，每天出差跟人打电话，完了说要抒发压力，他自己压力抒发完了。男的跟他聊，这男孩跟他聊自己的事，他说他又要唠叨一堆自己的事，这就叫谈恋爱，或者说这就叫交朋友，这都不是谈恋爱，交朋友也是这样的。交朋友也不能说只允许你发泄你的感情吧，朋友不能说自己的事儿，好不好？好吧，咱们做人有基本的这个交友的礼貌，你对人家好一点，然后你多接触接触，啊，别想着一锤子买卖，然后想着。我想再接触接触，直到有特别喜欢他的瞬间，再坚定的在一起。后来他发脾气，认为我是在吊着他。你俩事实上其实就是已经在一起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一起是啥，对吧？你试几次，在一起几次，凑一份80分的啊。蛋，本人今年30岁，离异，无娃，厌蠢厌童，前夫是大学副教授。大学同学谈了8年后结婚半年，与认为遇到人生真爱啊，他认为他前夫遇到人生真爱了，提出分手。啊，是他自己啊，不是前夫啊。大学同学谈了8年后结婚半年，认为遇到人生真爱，自己提出了分手，随后换了工作，本以为原公司领导是一生真爱，后来跳槽到一家公司之后，在一次出差途中跟现领导已婚有娃，发生一夜情，后来也没断，怎么办呢？我好爱现在的男朋友，也喜欢放不下现在的领导。当现在的领导在众人面前提家庭，心里就酸酸的，酸酸的，这词儿用的。我今年30岁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宝宝。你不厌童吗？你前面不说厌童厌蠢吗？你这个厌童厌的不是儿童啊，厌的是童心未泯吗？你厌的是啥？啥叫厌童厌蠢呢？这30岁了，特别想要个宝宝，你验的是哪种童啊？我与男朋友备孕中，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办？骂醒我，匿名了啊！太难了，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错误答案啊，跟当年歌里唱的一点不一样。我们当年听过一首歌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啊，这到处都是错误答案。这啥呀？这都是我晕成一个整了吧，太晕了。特别想要个宝宝，与男朋友备孕中，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办？朋友们，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你还厌童厌蠢，姐妹儿，你觉得自己倍儿聪明吗？姐妹儿啊，你呀，有的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吧？你是身在蠢中不知蠢，姐妹儿，你既然是让我骂醒你，我说话就不客气了。他自己说的，他说骂醒我，你身在蠢中不知蠢啊！你厌的是你自己啊，自我厌恶，你现在自我厌恶外化了，从别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主要是自我厌恶啊。自我厌恶的表现是什么？就要把日子过糟。自我厌恶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要把日子过糟，好好的日子就不能过，这就叫自我厌恶啊，它就是自我厌恶。是吧？跟前夫同学谈了8年，结婚半年以后认为遇到了人生的真爱，现在跟真爱在一起处的好好的，又跟领导发生了一夜情。完了现在呢，好爱男朋友又放不下领导，
还又要孩子，这不就是想把日子过乱吗？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办？怎么办？这就是你的心愿，还怎么办？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这就是你的心愿啊！你喜欢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喜欢的就是这种乱，好吧？他让我骂醒他的啊！我其实平时读信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不愿意这么说话这么难听啊。但既然他让我骂醒他，我就说话难听一点。你现在不能要孩子，你干什么？你特别想要个宝宝？你想给自己生一个救命稻草，是吗？给自己转移注意力，是吗？觉得还不够乱呗？觉得不行，现在的这个混乱的局面我解决不了，我再开拓一个新局面吧，我生个孩子。你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啊！主要是自我厌恶啊！你要是真能听我劝的话，姐妹儿，真能听我劝的话，跟你这个男朋友分手啊，也不用说分手，就分开。跟你那个出轨的那个领导嘛，对吧？也就更分开。工作最好也给他辞了，然后干嘛呢？你可以干几件事儿。我只是对他的建议啊，别人别学啊，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只是给这个人的建议啊。回去跟你父母待一段时间，然后呢，你问一问你爸妈是不是厌童厌蠢，跟他们聊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不喜欢小孩？是不是不喜欢人太蠢？啊，跟你爸爸妈妈聊聊这些事儿，你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收获。两个选择，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一段时间，跟自己相处一下啊，先跟父母相处一下，然后再跟自己相处一下，试着爱上自己，好吗？不要那么讨厌自己，然后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试着爱上自己，好吧？先从试着爱上父母开始，然后呢，从试着感受父母爱你，是吧？然后试着爱上自己，试试看。我只是给他的建议啊，你们别听。他只能像猛药了，他猜了，就这么短一封信，我也说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我盲猜啊，他这个厌童厌蠢，你看他还又要孩子，我觉得不是说讨厌厌童或者厌蠢。然后他大学的时候又谈一个副教授男朋友，肯定特别聪明吧？我就怀疑他小时候从小是爸爸妈妈给他，或者就身边的人给他这种压力了，觉得他不够聪明，觉得小孩怎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感受到这些东西呢，这个创伤有点大，是吧？我猜了，我也不是专业的，乱猜了，好吧？咱们读一封不是这种头晕的，好不好？咱们缓一下，咱们读一个这个职场的啥的，缓一缓。工作中有一点不开心，不想干了。毕业后来这家公司工作刚满3年，第1年处于学习，第2年开始享受，第3年彻底厌烦。这么快吗？讨厌推来推去的锅，开来开去的会，搞一上午的活动，提前3个月就开始动员全部门准备，工作再干也干不出花了，学不到东西了，工资也不涨了，还得忍受老板打的鸡血，说我哪里也没做好。能让我留在公司的只有上班不用打卡，可以居家办公2天，1年有15天的年假，相对较和谐的氛围。老板也还算宽容吧，就是喜欢打鸡血。工资在北京也不咋高，但是够用了。好想换个环境，但又怕找不到待遇这么好的，我又怕新公司太狼性，我又受不了。也就是现在的工作能让我成为一个好像都市白领的样子，1年去好几个地方旅游看演唱会，过着看似潇洒的生活。但就这样，我居然还想离职换个环境。求职 App 上简单看了一下，其他公司我这个岗位的工资和工作内容也差不多，甚至更低呀。蛋总，你说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还是太矫情了？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吧。我想说服我自己，继续留在这个程序冗杂繁忙的部门里，但也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这些福利，我有点麻了。还是说我应该在职考个研究生，找个副业不行吗？哦，还说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想干了，我就是看不惯我上级颐指气使那样，太逗了。你上级干啥了？颐指气使，不就打鸡血吗？还好吧，这就看不惯了。想要看到更多看不惯的话，推荐你离职啊！出去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看不惯的东西，可以出去多看看。看多了呢，看惯了再回来也行，是吧？我的推荐是你找个副业，我我不推荐你离职啊，我真实的推荐你找个副业干干，赚点钱。B 蛋，
微蛋非常重要。我辞掉上一份工作以后，已经在家待了1个月了。前2天找了一份工作，是卖空调的前台。当时应聘说后续会让我做电话销售的工作，我想着我也做过呀，我就答应了。我当时很坚定，我说可以啊，我能干呢。刚开始他们发消息说我年纪小不考虑，后来又问我能不能去上班。今天我上班第3天，给我讲了一些空调的基础知识，然后刚刚让我打电话给顾客，他自己出去了。现在我就一个人在店里给你投稿，这个电话销售的工作内容具体就是给我差不多200个左右的电话吧，让我重复的拨打，加微信一遍又一遍，直到实在没有微信可以加，加微信也是人家都说不要了还让我加，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蛋总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呀。但是有一说一，这边待遇还不错，老板不是本地的，过2个月左右会回市里，店就我自己。他卖那空调嘛，也会给我分提成，做6休1，估计多请几天假啥的也很好请，也不用我出外勤。但是后边不好说呀，我真服了。谁知道这电话得这么打呀，微信得这么加呀？蛋，你告诉我呀，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不是，你这不用给我写信啊。你找任意一个搜索软件，输入电话销售这4个字，你看看电话销售是个什么工作。真头晕呢。加微信也是，人家都说不要了还让我加啊。那如果说人家都要就加，那老板雇你干啥？说一加就加上了，还需要你吗？那一加不就加上了吗？那需要你不就是要加那些不愿意加的吗？看出你20出头的小姑娘了，姐妹儿，这工作就是这样的，你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你的工作。你看你不也看到好处了吗？人家还给你提成呢哈，人家还给你提成是吧？先干1个月，加点微信，看看钱赚的怎么样啊？月底一结算，那个钱如果让你很惊喜的话，你会发现加一点陌生人微信又怎么样呢？对吧？你得申请个别的微信号嘛，肯定别用你自己的微信号。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销售工作啊，姐妹儿，你是电话销售，咱俩不太一样，我是这个小卖部销售。你看我的工作是什么呀？哎，各位陌生的朋友，请加一下我的这个关注啊！各位陌生的朋友，加一下我的这个关注，大家不愿意加的话，也能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点开我的头像，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聊，跟一些陌生的人在一起聊天啊，买一些我销售的东西，好吧？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光临小卖部。这个就叫销售，销售工作就是干这个的，这不就是销售吗？刚刚这个姐们儿小妹妹哈，20出头，很小啊，是卖这个空调的，咱俩销售路子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在卖空调，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啊，现在这些人不是加了我的这个，加了我吗？该怎么卖这个空调？你看我们这个空调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其实1年4季不需要空调的地方啊，冬天就用暖气了，夏天非常的凉爽。哎，所以我们这个牛脆脆啊，哎，就来自这么一个地方啊。哎，你看这个空调又薄，哎，又脆，味道也很香啊，是用草饲牛做的空调啊。各位哥哥姐姐了解一下啊，感谢大家。如果实在不想买呢，也可以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加一下这个群聊，好吧？我跟我老板好交代啊，就这么点事儿啊，这工作就是这样的啊，姐妹儿，我给这个姐妹演示一下销售工作是怎么做的。啊，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长板的空调，你看这个空调好不好？这个空调呢就是特别硬，也是同样来自呼伦贝尔，4斤普通空调才能出1斤这样的风干空调啊！各位大哥大姐可以考虑购买一下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这个风干空调、超干空调啊！感谢各位大哥大姐啊！实在不想买呢，可以点个关注，加一下群聊就好了。我加点微信给你们打电话，我这老板会给我有提成的，好吧？姐妹儿，就这么个工作，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还有这个薏米空调啊，这薏米空调的配料表呢，只有水、薏米和无脂毛糖，不甜，喝起来有股奶香味儿。哎，这姐妹儿对自己工作性质不了解啊，这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您申请个别的号，然后去加微信就行了啊。太可爱了，他说话特别可爱啊。我差不多打个200个左右的电话，还让我一遍一遍加微信。人家都说不要了，还让我加，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蛋总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就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啊，适应一下啊。你不是说她待遇不错吗？看看钱啊，钱赚得多就适应了，适应，这就是份工作。太可爱了，哆嗦。
蛋总，我有一个从同事变成朋友的人，讲话呢总是不着边际，耳朵还不怎么好，随时呆呆傻傻的，一句话总要给他说好多次。第一次他听不清，第二次第一他听不清，第二他又理解不了深层的含义。每次跟他出去玩都会很后悔，会把我弄得很烦躁，怎么办？还要继续相处吗？人家是顶级那叫什么？顶级钝感力哈，你自己烦躁，我看人家应该没啥事。我还有一个女孩朋友也这样，她极度需要情绪价值，这不一样啊，跟刚刚这不一样。而我是她的下级单位，一直礼貌的给予陪伴，可最后她还是因为一点点事情就看不起我，打压我。连我朋友都说了，她看不起我，问我发没发现？哎，我真的很想做自己，可又不能完全不社交，以后怎么相处啊？我对他们并没有敌意，甚至很能理解他们的情绪敏感，可为什么总是不尽如人意呢？求蛋总指导，你太敏感了，你太敏感了，你离他们远点。我看人家都挺钝感的，人家没咋，就你太敏感了，你离他们远点就行啊，少跟人家变成朋友。我有一个从同事变成的朋友，你为啥要跟人家变成朋友？你想多了，你为啥要跟人家变成朋友啊？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这样，极度需要情绪价值，我一直的礼貌的给予陪伴。她单位就剩你一个人了吗？你一直礼貌给予陪伴，别人咋不陪伴呢？少觉得都是你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把工作干好就行了，好吧？咱们接着可以情情爱爱一会儿了，感觉。今天的来信啊，这是今天的来信。我有一个感情问题，我有个前任，刚认识的时候觉得是灵魂伴侣，可以一辈子朋友，在一起1年半以后分手，因为他出轨。我当时很伤心，也没删他，感情上头。没几个月他就和那个出轨对象也分手了。期间我们断断续续也有联系，我确实没走出来，但现在过去几年了，我走出来了。现在和他吃饭纯粹是因为在目前的城市没啥朋友，有点无聊。他这个人嘛，当朋友也还行，我们确实挺有默契。反正吃饭嘛，不吃白不吃，他请我吃饭我都会答应。我能感觉到他也有愧疚，但我毫不同情，而且只想假装不知道。就在最近，我发现他语言透露出他没走出来，而且还以为我俩有可能，简直是做梦。蛋总，你说怎么办？我要跟他彻底断联吗？我老搁这蹭吃蹭喝的，是不是也不太好啊？可是我真的很想让这个渣男钱包空空。蛋，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不可以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少吃点饭吧，你吃点饭还能给他吃空啊？吃不空，少吃点。那么爱吃饭啊？有这时间自己挣点钱不得了吗？爷们儿，别吹牛了，你也没走出来啊！这世界上就剩这一个人请你吃饭了啊！别吹牛了啊，没走出来啊！还真的很想让这个渣男钱包空空。哎，你就想让这个渣男后悔。你实际想说的是，我想让这个渣男后悔，我这么优秀的女生，她不珍惜，你想让人家后悔，完了吧？你能感觉到他的愧疚，心里有点爽是吧？别过这个瘾了啊！早点走出来，往前走，找一个新的请你吃饭的人啊！请你吃饭的人，这世界上有的是。Hello， 蛋总，我是一个26岁的在创业的女生，最近跟一个创业7年的99年的 CEO 弟弟搞纯爱。创业7年，99年 CEO 弟弟，那几岁就创业了？我们是在 dating app 上认识的，他给我打个几十万，因为我现在创业做了一个爱情巧克力，这是他一开始的想法。他很震撼，我回国顺手2个月给做出来了，所以他是我的投资人哦。我俩开始真的很甜，我在上海睡不着的时候呢，他在另一个城市弹琴哄我睡觉，我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特别纯爱。跟投资人的纯爱吗？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巧克力设计是新中式的葫芦形状。他最近去艺术家朋友家看到一模一样的葫芦的画，还有我俩生日只差1天，这跟纯爱没关系啊！你后面说的这些，可以特别浪漫是吧？这个啥意思？我的巧克力设计是新中式的葫芦形状，他最近去艺术家朋友家看到一模一样葫芦的画，还有我俩生日只差1天，这叫巧合啊！说特别浪漫，特别巧，特别有缘，这不叫特
特别纯爱啊，你别，这不能叫特别纯爱吧？这，我感觉你的理解有点问题啊。这确实有点缘分是吧？特别有缘，特别浪漫对吧？确实挺有缘的啊。我看看后面。但最近我发现他有不少其他女生啊，你看就说嘛，还纯爱不啊？还纯爱不啊？虽然我也有，哈哈，行，重新定义纯爱是吧？就好烦啊，烦啊！你烦，你烦我也烦。虽然我也有，好烦啊！就两个人都有一些别的暧昧对象吧。但你能开导我吗？哎，哪去了？哎，这怎么一摁弹飞了？我这手机都不想让我念完了，我看看还是念完吧。我开导你啊！你这拿几十万投资创业，嘎嘎成功，晚上睡不着觉，有人给你弹钢琴，拿巧克力，完了我还得开导你。我开导你干啥呀？你不会一会儿还要卖我巧克力吧？我看完吧，我先别搁瞎念了。你干啥呀你啊？太坏了啊！太坏了啊！投稿啊！你投稿往这儿发，你要想进入下方的这个红色购物袋，你联系我的工作人员啊！你怎么投稿给我埋伏产品呢你？啊？差点就掉坑了，这怎么埋伏我呢？坏人！太坏了！蛋蛋，我来投稿我的奇葩婚姻了，哈哈哈哈哈！希望我一会儿还笑得出来啊！你还哈哈哈，你们前面就哈起来了。本人27岁，已婚4年，结婚的原因是家里的原因，两家距离很近，迅速相亲闪婚。结婚的原因是家里的原因，两家距离很近，迅速相亲闪婚。这是家里的原因，这是距离的原因啊！离得近可以成为结婚的原因？串门方便，说接亲方便，车省油，接亲车省油，是啥呀？这是结婚前两个人仅限于认识，男方的身高、体重、学历、收入等都和我不匹配，那就是没有匹配的呗。身高、体重、学历、收入不匹配就算了，还等身高、体重、学历、收入等都和我不匹配，那就距离匹配啊，姐妹儿，你俩就距离匹配，一个闪送的距离是吧？你俩在一个闪送距离内挺高兴，很近是吧？一个闪送的距离导致了闪婚，家里距离近，哎呦我的妈呀！还出去旅游了一次。我婚后自己跟他好好相处了3个月，发现根本没有培养出感情，甚至比之前更讨厌了。后面我们就各自生活工作，对方和家里都表达过想让我们同居再好好相处试试，我全部拒绝了。我太了解自己了，我不可能喜欢他。半年后我就提出离婚了，回家被我妈关了3天，不了了之。软禁你，离婚回家被我妈在家关了3天，不了了之。后来呢，对方又发现我跟我前男友有联系，我挑明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只是应付家里，所以在外面就各自生活吧，不要管那么多。我们除了有结婚证，没有任何关系。说完后，对方破防了，那肯定破防了呀。听说回家把自己在家关了2天，我表示不理解。你们住的是啥家呀？你们两家离得近是2个监狱是吗？2个看守所。你回去关3天，他回去关2天，这干啥呢？你们？我表示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啊，啥家庭啊，这都是，这什么呀？这是1年后，对方又发现我谈了新的男朋友，又聊到离婚，结果还是因为家里不让，不了了之。这什么家？你们2个什么家？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凶？到最后变成是那种特别可怕的那种家族，我是不是现在应该调整态度了？我现在有点害怕了。家里这么猛吗？可以管，不是那种特别那种家族吧？我先看，我现在调整一下态度吧，我有点害怕了。这什么呀？这是啊，又聊到离婚呢，结果还是因为家里不让，不了了之啊。家里可能有家里的原因是吧？家里这个两家人嘛，两家人做生意嘛，两家人做生意也不容易是吧？两家离得近嘛，是一个很充分的这个这结婚的理由是吧？那现在家里不让你们离婚呢，也没有干涉你谈男朋友，不让就不让吧，直到现在我们全年一句联系都没有，只有过年回家装一下这个样子。去年过年前我又提前和他聊离婚的想法，真有点害怕了，这家势力也太大了。
太吓人了！这一关关3天，关2天，别哪天我不直播说去他家关3天，又去他家关2天，消失5天，我真受不了！这啥家庭啊？又聊到离婚，结果还是因为家里不让，不了了之啊！听家里的话啊，家里不让就不让吧啊！去年过年前，我又跟他聊了聊离婚的想法，我意思各自回家给父母说清楚吧，直接去扯离婚证吧，再拖着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答应了。过年回到家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啊！他体谅家人嘛，孝顺孩子啊，孝顺孩子。回家呢，就是看爸爸妈妈那年纪也大了，那辛苦的那创业一辈子，挣那么多钱，也体谅啊，体谅。我家里大概也知道我俩的情况了，也表示不管我了，随便我都行。又快到过年了，这，你们这2个家过年跟我们正常人都不一样吗？怎么就又快到过年了？这不8月吗？怎么又快到过年了？你们过的是啥呀？你们家族有自己的历法，你们这2个家有自己的一套时间，就是你们过年就跟我们不一样啊！你们自己过一个自己的，就你们家日历8个月就是1年，这么猛吗？我咋整啊？我不想装了。对方父母一直表现着很喜欢我。补充一下，我们结婚没有彩礼，没有3金，房车等经济问题也没有办婚礼，婚后也没有用过他1分钱。对方是很会讨长辈欢心，眼里有活那种人。没有彩礼，3金啊，我好像不害怕了，什么意思啊？我好像勇气回来了。我们结婚没有彩礼，3金，房车等经济问题也没有办婚礼啊，不害怕了，赶紧离啊！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破家庭？赶紧离啊！都钱吓坏了，给我赶紧离！真给我赌害怕！这什么呀？这关3天关2天的，干什么？对方是很会讨长辈欢心，眼里有活，所以蛋蛋我怎么办？我现在抗拒回家过年，我过年要回去吗？别回了啊！我还要主动提离婚吗？要。他到底咋想的？耗着干嘛呢？神经病啊！赶紧离啊！赶紧离！神经病！跟你前男友好好在一起，赶紧离吧！给你点播一首歌曲啊！就带上你私奔，奔向那最遥远城。就带上你私奔，去做那最幸福的人。是吧？跟你前男友私奔嘛？给你的全部建议，快跑！私奔嘛，没什么好看的，快跑啊！过年回去又容易让他们关你3天，这神经病嘛！回去干啥？快跑啊！新来的别害怕，一直都这样啊，一直都这样，对，一直都这样。新来的朋友别害怕啊，一直都这样，就这风格。你们有时候看切片看不到真实的我，还是得看完整。哎呀，太狠了！快跑吧啊，快跑吧啊！你好，蛋哥，我情况是这样的，我大4了，跟男朋友谈了3年多，感情很好，巴拉巴拉巴拉，就是一顿好啊。但是呢，我就直接找但是吧。但是在哪儿呢？但是大概在1年前，我对一个特别帅的新疆男孩一见钟情过啊。长得跟希腊雕塑一样，哎呀，宽肩细腰，真帅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男孩。新疆兄弟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有很多新疆的朋友，然后都有微信，我们也就聊过1、2次，聊天感觉特别尬，但是在学校里见面，我们都会对视很久，我也不知道他是近视看不清，还是对我有意思，就是每次见面都会对视，我就心跳的好快好快，但是他也没有表达什么，我也没发展什么。我想到对我很好的、很适合的男朋友，我就把这份躁动掐灭在了萌芽里。现在过去1年了，我几乎每次遇见他，我都春心萌动，然后我就拼命克制自己。现在他好像有女朋友了，但是每次遇见还是在和我对视。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新疆兄弟他就是眼睛大呢？有一些新疆兄弟眼睛就是特别大，就是你从哪儿看过来都感觉他在看你。什么就对视了？
人家就是范围广，好吧？我寻思我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跟我对视啊，怎么这个雕像一直跟我对视？哎，就对了，朋友们，你们有时候去一些景点儿，去看一些雕像，看一些名画，是不是那个导游都会告诉你，这个雕像雕的特别好，无论你在哪个角度看，仿佛他的目光都在看着你。听过这套嗑吗？没看你啊，人家这雕像就是这样，眼神深邃的人就这样，是吧？知道有个人叫梁朝伟吗？你这样的我都害怕。你看着梁朝伟，你是不是会以为梁朝伟也爱你啊？梁朝伟看谁都那样，他就这有的人就这样。你看看梁朝伟演的电影，你看看去，有时候梁朝伟隔着屏幕看你一眼，你吓一跳，说干什么跟我对视？就这种感觉啊。有的人他就是眼神深邃，就好看，就这样的啊。一对视我就紧张，但是我有男朋友，我感觉对我男朋友没有这么猛烈的感觉。但是我男朋友对我真的很好，我这算不算精神出轨啊？你这也难说。你爱上雕像算不算精神出轨？不知道。过去1年了，我还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看看一代宗师吧，好好看看梁朝伟，马上你就忘了，马上爱上梁朝伟啊！我好难受啊，有时候发呆也会想到这个雕像，我该怎么办呢？就继续克制自己的感情呗，也许全是我的内心戏呢，是吧？是啊，给你出个主意啊，姐妹儿，就这个季节，马上买张票，乌鲁木齐去趟新疆。你到了那儿，你会发现这个街上怎么有一半的人都看我。带上男朋友去趟新疆旅个游啊，你感受一下，你看看那成堆乌泱那种大帅哥大美女满街都是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也就好了。去内蒙行不行？该说不说，我虽然是内蒙人，他喜欢的这一款帅哥呢，还是得去新疆。确实帅，确实是帅。蛋总救命呀！啊，救命啊！救不了啊！我救不了你的命啊！我看看你怎么了，我可能能缓解你的心情，我救不了你的命啊！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男生，是他找朋友主动要加我，人品不错，也很上进。我们开始联系，我属于慢热。最开始他每天特别热情的找我，然后我也觉得他非常的幽默，所以呢也愿意跟他交流。他多次的暗示了我，但是我反射弧特别长，每次都忽略了。我认为在一起就要当面说嘛。然后呢，最近他提前跟我说了，他工作特别忙，工地项目开工了。然后我想过工作忙，没想到这么忙，他基本上就不主动找我了。但是如果我找他，他也会回消息。但是我也不想主动，我内耗太严重了，怎么办呢？他在忙，得吃饭吧，得休息吧。啊，他上厕所的时候就不能问我一下吗？啊，我该怎么办呢？等一下还是就不联系了呀？救命呀！救命啊！还你这不就是爱上了吗？你为什么爱上了不想主动呢？你这不就是爱上了呀？你自己说，我认为要在一起至少要当面说呀，为什么你不能当面说呢？为什么？你当面跟他说一次试试，你说我想跟你在一起，行不行？你下次上厕所的时候能不能理给我？他就是爱上这个男的了，反正拉扯嘛。我的建议一向是这样的，你既然你都认为要在一起要当面说，你就当面说，他不说你也不知道这个男的是吧？你当面说一下，他要给你拒绝了，你不就死心了吗？大概率是拒绝啊。到时候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姐妹儿。我希望我是乌鸦嘴啊，姐妹儿。我希望我在那个我说话不准啊。但是到时候你被这个男的拒绝的时候，你至少没那么难受，你做好心理准备啊。但是我真的强烈建议你就别这么猜了，干啥呀？你这不内耗吗？是吧？我内耗太严重了，怎么办呀？他怎么不问我呀？我怎么办呀？以攻为守，转退为进啊！说上厕所呢是吗？啊，怎么了？我想跟你在一起，行不行？以后上厕所能不能聊聊天就行了，你就死心了，至少是吧？拒绝就拒绝了。你好，我这段故事共有3个男人，不是同时啊。哎呀，你看来是经常听我们读信，已经知道我在害怕什么了。这故事有3个男人，但不是同时啊。我在20年的时候和 A 分手 ，A 做了一个 PPT， 管我要恋爱期间他付出的金额20万。在 A 索要的时候，我跟 B 暧昧 ，B 知道这个事儿就给了我20万，让我给 A。但是我贪了，我没给 A。
我只给 A 留下了一句话，说认识你真是造孽。然后我就不和他联系了。之后我和 B 在一起3年吧，林林总总给了我差不多300万，但是他控制欲太强了啊，能理解啊，能理解，给你300万控制欲强，太能理解了，一点不强，就太难理解了。然后我是东北的，他是潮汕的，他家人呢其实是希望他找一个本地的，后面因为亲人生病，我回了趟老家，这段期间我们就分手了。B 还担心我，又给了我70万，让我今后好好生活。还得是我们嘎给人啊，还得是我们嘎给人啊，难怪做菜好吃啊！这做人这么仗义吗？哎，太猛了！又给了我70万，让我今后好好生活。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上班了，所以我只能依靠男人。依旧靠男人，所以我又找了 C， 因为刚在一起没多久，所以他也没给我花多少钱。这个时候 B 回来了，找我了，说放心不下我，希望和我复合，但是他占有欲实在太强了，且家人生病，我暂时也找不了 B， 就没答应。你家人生病，你找不了 B， 你可能找 C 呀。你家人生病还分人啊，家人生病说不能找 B， 只能找 C， 这病就不影响照顾病人啊，我就没有答应 B， 但我还在用他的亲密付。这时候 C 就发现了我和 B 的聊天记录 ，C 很生气，要给我钱去给 B， 说你跟他一刀两断，但是其实只给了1/3啊，我又贪了，我也没给。你姐们儿，你干啥呢？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融资呢？你干啥呢？我又贪了，我又没给，但是我也不敢再跟 B 聊天了。我们现在只敢在听歌软件聊天了，那不还是在聊天吗？你换了个软件，你我好纠结啊！我现在该怎么办？题外话 ，A 最近也加我了，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但是他现在微信签名是保险代理人，我感觉他要卖我保险。你买份保险吧，你这个情况应该买保险啊。这个 A 是上天派回来救你的，你这个情况我感觉应该买份保险啊。如果他真是卖保险，你买一份吧。哎，我的天！以你的性格，我觉得这保险不用你买，我觉得他能送你。以你的这个是吧手段，我觉得能让他送你份保险。太厉害了你！你要干什么呀？姐们儿，这么猛吗？你注意安全吧，你买份保险吧，我真强烈建议你买份保险。哎呀，好纠结，我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别炒股啊！首先，你这么多现金，你先别炒股，别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炒股先，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啊，真头晕的。买份保险是对的，应该，说不定已经花完了370，然后 C 给了1/3，就100吧，470，哎呀，我现在只能依靠男人了，所以找个 C。470，你出国读书吧，啊，学点知识，看看自己能不能干点啥。490，算的比我还细。我估计这姐们开销也大，她应该花了不少，真头晕。东北人，哎，东北有个地儿叫鹤岗，你听说吗？鹤岗你买个大 house，你这不就退休了吗？但我估计你不是那性格的人啊，你性格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还是出国读书吧。哎，出国吧，买个保险，然后出国好好学习啊！真头晕，还问我怎么办？又是一个不耻下问，居然最后的落款是好纠结呀，蛋！我现在该怎么办？哈哈哈！感谢你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但我帮不了你了，太猛了！注意安全，买个保险挺好。为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帮不了你，真的，学点东西。
第一，不要炒股；第二，不要做任何投资。姐妹儿，听我的啊，不要做任何投资，不要炒股。对啥感兴趣呢？去学一段时间，学一段时间再决定投不投钱啊。学一学，还是要了解一下真实的世界。你要不然你这笔钱呢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他还用投资，哎呀，这，我就怕他乱来嘛，对吧？很容易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每次看你读信真的很搞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跟我对象谈了6年，不怎么吵架。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很擅长沟通，但是我脾气也很暴，总会不耐烦。我对象很内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很有耐心，一点不急躁。这可能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吧。当时我们刚毕业，我在家附近工作，他在外面工作，我们每周见一次。当时我们其实就见了父母了，他会问。后来因为房子的事情闹得不太愉快，我家要求在他工作地儿买房，但他的意思是他刚到那边工作不够稳定，不知道能不能在那儿干下去，就等再买，很合理啊，合理。可能当时他也没玩够吧，也不想那么早结婚，借口而已。只是当时我想结婚罢了。这个揣测很恶意啊，姐妹儿，有可能是真的，但你这个揣测很恶意啊。后来我们开始吵架，他总是逃避问题，我们谈崩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让我发现他跟别人睡了。你早说呀！你在前面整啥子？一直很有耐心，不急躁，整这么个大结局啊！我人麻了啊，跟他分手了。期间他一直在求我，过个几个月，我想着挺无聊的，我再跟他好吧。我没想着和好，就想玩玩。他跟我说他过得不好，我好开心，我就把他加回来了。然后嘛，玩着玩着我们就和好了。我当时就想，哎，和好就和好吧，以后再分呗，反正也没打算结婚。然后时间一长，我家里人催我找对象，他也一直催我订婚，我就赶鸭子上架，就跟他订了婚。我内心又想，跟谁结婚不是结呢？你也太随意而安了啊，姐妹儿！你这一生是挨都挨了的一生啊！你真是，你真行啊！我对于他出轨的事呢，后来时间久了也不生气了，无所谓啊，不是因为我爱他，只是我觉得，哎，无所谓，就这样吧。真是挨都挨了的性格啊！反正都这样，还能咋呢？反正一步一步就进展到这样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变成了就这样吧，我懒得烦了。订了婚之后，我们一直稳定，但是生活中有些事真的无语。他什么事情都让我去做，都要靠我。我有时候感觉他真的很笨，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别人管、别人教，还要我给他提供价值。他事业不顺利，还要安慰他。我觉得我真的很能忍了，一直在安慰他、鼓励他。他不是还是没有起色。哎呀，跟儿子一样，真烦人。我感觉我有厌蠢症。他也不会做饭，生活习惯还差，生活技能也差，我好讨厌这样。但是又感觉我们已经订婚了，已经到这一步了。你真的是挨都挨了的一生，你干啥？这还说啊，还要忍，这一步也不想烦了。但是我内心真的很讨厌。我觉得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会很累。我想想嘛，人都麻了，说好听点叫老公都听你的，嫁给你做主。内心想，哎，什么呀？我只想躺平。另外，我查出个甲减，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心态，就这样吧，算了，懒得烦。是不是因为甲减太懒了？蛋呀，我好难呀，我难啊！我最后悔的事情是跟他复合，现在一步一步这样，内心又懒得烦了，真的救命！你懒得烦，你还不烦？你写这么长，你这不是烦还懒得烦，这不是很烦吗？烦的要死你啊！你很烦啊，你搞得我也很烦啊，姐妹儿，还懒得烦，很烦啊，你很烦啊，你自己也很烦，谁听你的故事谁都会烦，为什么？为什么？这不就是挨都挨了吗？就凑合呗。拿个自己的心又不是这么想的，都得病了是吧？甲减了都。我觉得真的很离谱啊！他在最开始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主动，比较擅长沟通，我脾气比较暴，总会不耐烦。你还不耐烦呢？你还不耐烦呢？我的妈呀！你这6件事隔一件搁我身上我都烦死了。你这一步一步这不都耐烦了吗？你太耐烦了呀！耐烦大师啊，你还不耐烦？谦虚了啊，姐妹儿，非常耐烦啊，爱的不行啊，你爱的不行。这个男的，第一，你对这个男的爱的不行，
但是你居然还残存了一丝理智，你觉得这样不行，爱的不行是不行的，但是你爱的不行，咋办？咋救你？咋救你？你让我咋救你？啊？我劝你，你能听吗？劝你能听吗？能听吗，姐们儿？我觉得你不会听的。然后就会结婚，然后说结婚嘛，跟谁结不是结都结了，结吧，然后就会生孩子。然后说，哎呀，反正嘛，虽然也不喜欢孩子，这个男的也不会照顾孩子，但是孩子嘛，谁生不是生？哎，生就生吧。我劝你，他不会听的，他不会听我劝的啊，他不会听劝的啊，他最后会这样过完一生啊。然后呢，他干嘛呢？他就发牢骚，他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这样不对，他跟我发牢骚，他可能居然有这种幻觉吧，可能觉得居然我听完了，居然能听出一丝合理的地方来，是吧？能听劝吗？能不能听劝？能听劝你赶紧跑！任何时候改变都要付出代价，但是现在改变付出的就是最小的代价。你听我一句劝，赶紧跑！头好晕，我的心太乱，我的头好晕。蛋总好，我现在在美国读博，从入学到现在1年以来，就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我导师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儿。就是那种衣服阴干以后会留下的味道。我住过广州，也住过江浙，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我不确定他衣服散发的味儿是他自己的还是他身上的。但是这种事儿我也不好意思跟实验室的其他人讨论，我就一直忍着，只能跟朋友吐槽。直到上次聚餐，终于有一个隔壁组的韩国同学提到了这个事儿，说他可以根据味道判断我导师的踪迹。我复核之后，他还说原来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也有别人能闻到啊。我们还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是只有我们亚洲人能闻到，白人普遍体味大，所以习惯了闻不到。关于味道的来源，这个韩国同学觉得是我导师家的洗衣机出了问题。你们真是搞科研的，这研究上了。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导师也不是每天都有味儿，而且他没味儿的日子呢，和他头发干净不出油的日子高度重叠，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洗没洗澡的问题。真是个科研小组做上课题了，说导师身上有味儿的 N 种假设。除了有味儿，我导师人真的很好，对学生很关心，也很聪明，但是这股味儿吧，让我和他每次交流都有一些痛苦。我想问问大总，这种说不出口的事儿，我就只能一直默默忍受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能让我呼吸的空气更清新一点？谢谢蛋总和小卖部店员。你这样吧，你呀，你送他一个香水，你送一个我们这个有我们中国味道的香水，你送他个香水。但是呢，他如果身上臭啊，你送香水呢还是会臭。你先送他香水，送完香水之后呢，你以后就戴口罩。你说你香水过敏，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馊主意，再馊能有他导师馊，还馊主意，不馊啊，再馊也没有他导师馊啊。馊主意，死马当活马医，馊主意当香主意用了，现在只能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太馊了，只能来点馊主意了。哎，太可爱了！我关键他们还做上科研调查了，还分析出洗衣机坏了，不是洗没洗澡。我又收到一条离谱的，还记得刚那个4700万吗？还记得刚那个4700万吗？我刚是不是读信的时候我说我怀疑这姐们儿开销也很大？他刚又来了一封信，全文6个字加一个哭哭的表情，确实花差不多了啊，7个字。这个世界太离谱了，这个世界。我就一个问题，400多万，在我们小卖部买过多少东西吧？我在这嘎嘎给你想主意。你在我这儿买过
490的东西我就很高兴了。你这490万，我都不知道你给都花哪了。你只要但凡在我们小卖部花过490，我就很感动了。我再帮你想想后面的事，是吧？别人我就不说了，你这490万你都，对吧？1/1000都不给我分享分享吗？别人咱就不说了，是吧？真头晕，真头晕呢。有人可以，是吧？有人可以谈3个恋爱，也不能说赚，这赚这字不对劲啊。但是这是什么呢？获得吧，就是有人可以谈3段恋爱，获得490万，是吧？有人在美国读博，导师身上发馊，是吧？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刚这个臭，这个导师臭，这个咋办呢？朋友们，直接戴口罩吧。你说你花粉过敏，然后你说你本来就亚洲人嘛，你说你在美国生活不是特别适应，你跟你那个韩国同学一起戴口罩，你说我们亚洲人受不了过敏，某个过敏源，但是查不出来。戴口罩没别的招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时候总要提起我高中时期班上一个他所谓的丑男谈恋爱的事儿。其实我也没觉得人家特别丑，也不觉得那个男生怎么样，我就觉得那是一段经历嘛。我也不喜欢贬低别人的长相，但是我那个好朋友他提起过3、4、5、6次，而且说的好像我净跟丑男谈恋爱了。是不是好朋友跟那个丑男谈恋爱？是他高中时期和一个他那个朋友说的一个丑男谈恋爱，然后他天天说这件事儿，说的这个女生有点不高兴了，给我写信了。（括弧蛋总，我真的没点你，哈哈哈！你可千万别多想，我没多想。你这个括弧加多余了，你不加这括弧我不会多想的。关键是我这个朋友还一直强调自己喜欢帅的，要跟帅的帅哥谈恋爱。但是高中到大学5、6年来，他都谈不上恋爱，他也经常跟我倾诉此种苦恼。但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要把我那段经历好像嘲讽的很不堪的感觉。其实我很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更多的是打马虎眼和沉默。蛋总，是我真的对那段经历没自信了，还是怎么的？他那么说的时候，我真觉得不太舒服，我该怎么办呢？或者怎么回怼他，还是劝他？可我劝他，他会不会觉得我清高，或者为自己辩证？我觉得他自己就能懂，但是以他的性格应该怎么办呢？他蛋总怎么办？喜欢那个丑男，记住你啊，记住你。你跟他这样说吧，你说好朋友啊，朋友，你有没有那种经历？过年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突然说起你小学的时候有一回，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做个什么丢人的事儿，经常讲你小时候的丑事儿，但是你也不觉得那个丑事儿有很丑，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你现在长大了，也不想听爸爸妈妈老讲你小时候那些事儿，觉得人应该往前看。我每次听到你讲我那个男朋友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受。你能不能别讲了？给他举个例子啊？他如果听完了还讲，就再见。好吧，就真诚的跟他说，其实就是一件事嘛，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也谈不上丑不丑什么怎么样，那就是年轻小时候这件事一样的嘛。你过年的时候，你爸妈老讲你小时候那些事，不就是很烦吗？一个小朋友的事你老讲它干嘛呢？对吧？你就跟他说一下，再讲就再见啊，很简单，很好解决啊。咱们回去读情情爱爱的吧啊。你这朋友不咋地啊。倒吧，素质比较差，又这么长。李诞老师你好，你相信我有超能力吗？我相信。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说不相信？我相信你有超能力，我看看你超能力是什么啊？我能做梦预知一些事情。小时候我就梦到一些事情，然后就是真事儿。当然也并不是每件事我都能准确的梦到，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真是荒唐至极。有一天我做梦梦到我刚交往的男朋友对我说他结过婚，还有一个女儿。第二天我觉得特别搞笑，我就跟我男朋友讲，他当时没说啥，我也没在意，因为我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结果晚上他就跟我坦白，他真的结过婚，真的有个女儿，我伤心死了。但伤心之余，我觉得我好牛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谈恋爱？我适合去修仙？
我能说啥呢？我不知道啊，我没这方面的渠道，我也不知道该咋说。都行吧，超能力都有，我们这小卖部真是无奇不有，超能力出现了，我的妈，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呀！有必要这么精彩吗？差不多得了吧，都干嘛呀？都这么精彩，还是读个情情爱爱的吧。这超能力，我咋跟你说呀？但我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现在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我和我老公是高中好朋友，大4在一起，一直异地，现在结婚5年了，没小孩。去年国庆前后，我从他发给我的一张照片中，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和初中喜欢他的一个女生在聊天。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感情破裂了。现在拉拉扯扯快1年了，我能感觉到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女生。我今年32岁，我也不想离婚，我还爱她。我知道我一直陷在过去的回忆中走不出来，总是看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写给我的信，写给我的诗，还有那些承诺。我不明白之前那么好，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他说现在相处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很累，对我没有感情了。我觉得婚姻不是一件小事，但感觉在他心里就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唉，我很难过，但我也知道自己需要快点走出来。我很想把他留在身边一辈子，可是如果没有爱了，一辈子只是互相消耗，不会开心吧？蛋总，感情真的是那么脆弱，不经考验吗？如果2个人都抱着美好的憧憬，同时进入一段感情，但中途有人提前离开了，那后知后觉的那个人何其无辜，他还爱着，却只能被迫面对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就是被迫面对所有的一切，没办法。前面这封信题眼是什么？让我来考考你们，今天都没考你们。这封信题眼是什么？给你们念一遍这封信的题眼，很难过，但是要念一下。这封信的题眼是这样的：我觉得婚姻不是一件小事儿，但感觉在他心里就像过家家一样简单。有可能是你觉得婚姻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可能是你觉得婚姻像过家家一样简单，你觉得你还爱他是吧？就可以在一起。你觉得不放开他，他就能跟你好好的。你觉得2个人相爱吗？都说好的事儿怎么变卦了呢？这就是过家家。但是真实现实是很复杂，变了就是变了。走出来，快点！姐妹儿，赶紧啊！今年32岁啊，很年轻啊，赶紧走出来啊！开开心心的啊，很伤心啊，很伤心，伤心怎么办呢？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必一往情深，对吧？何必一往情深呢？蛋啊！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太令我纠结了。你这是什么语言风格？我先讲一下，谁？刚陈赫给我刷礼物了吗？啊？我没看见啊，我读信呢。你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喜欢我直接给我转账就可以了啊。咱不有微信吗？你给我发上微信了，说给我刷礼物，我没看见，没看见啊？你们看见了吗？没看见呢，没看见啊？你给谁刷的？啊？你是刷错了吧？都没看见啊？都没人看见啊？一会儿看看啊，再刷提醒我啊，给我打电话再刷的时候。我先讲一下之前的故事，就是我4月底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生，各方面都很喜欢。5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7月初的时候，他突然间跟我说很焦虑，想一个人冷静。这后面还看吗？知道咋回事了。哎，巴拉，分手了，你看分手了。分手后我很难过，就给他打电话发消息，打电话会接，但是不回消息。他也会认真听我讲话，你怎么知道认真？后来我哭了3天后，朋友们劝我
不要再这样了，我就不找他了。结果冷静2天后，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们又回到了朋友的阶段。但是就是我还是很喜欢他，感觉他拿我当备胎，就又吵起来了，然后断联了。虽然很想他，但是也没去找他。结果他在1周后晚上12点给我发消息问我还好吗？我早上起床才看到，因为第二次吵结束以后，为了不想他，我就看书学英语、打羽毛球、健身，作息非常规律。本来呢不想回他消息，后来还是没忍住又回了。哎，后面讲了一些细节，不能播，这不能播，你们自己猜吧。就是夸了一下为什么放不下这个男的，这我确实不能说。反正就是又恢复了关系。哎呀，前几天我们俩深夜座谈，谈到了为什么不愿意恢复男女朋友的身份，因为他觉得和我的未来很渺茫。因为我研究生阶段要去外地读书，他之前有一段很失败的异地恋。我的想法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俩未来是挺难，但是我就是割舍不下，所以我就想问问蛋总和姐妹们，我是及时止损，现在又结束呢，还是继续现在这种说不清楚的关系呢？这陈赫怎么骗我呢？刷什么礼物啊？真没看见啊！真没看见，朋友，真的没看见哈！你买点牛脆脆吧，啊！你别刷礼物了，你买点牛脆脆，老好吃了。你给我们的朋友啊，这个是吧，都带点。你平时工作录影的时候，这个导演啊，组里那么多导演，那么多艺人，你多买点。你买个100罐吧，你买个100罐，然后请大家吃，就说我请的，好吧？啊，贺哥，啊，谢谢啊。未知数是未知，不是？那你不把小号暴露了吗？哎，不知道是不是他？谢谢啊，不用刷礼物啊，买点牛脆脆就行。给你们听一下。我买了牛脆脆，然后我给别人吃，我说是你请的，你是变态。这只能说是诡计多端，这有什么变态的？他怎么反应过来了呢？好聪明的人啊！以为他没这么聪明，怎么这么聪明？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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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哎，刚这个姐们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哎，不知道该说啥。注意安全吧，就这样。哎，蛋哥好，我有一个前任，之前分手大概5、6年前，因为彼此性格不肯低头就分手了，没有原则问题。分手后我们默认了做普通的朋友，这几年偶尔出来喝酒，也是跟彼此的对象一起。哦，那不挺好的吗？事情的转机，哎呀，转机了。现在说事情的转机，以前写信都是但是，是吧？你文笔不错，你说事情的转机。上个月我分手了，然后我这个前任就跟我出来喝酒，喝了几次，我们现在呢就有点暧昧了，但是他目前还有对象。他一直也觉得和目前的对象不合适，但是可能没有发生什么矛盾，也不会主动提分手。我觉得我俩的关系不应该处于这种状态，于是我就主动询问他，我说不和好我们就别联系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互删了。结果过了几天，他喝多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又聊了一下这件事，他表示不想删联系方式，如果我们联系会让我不舒服的话，就先不要联系。我如果想谈恋爱，就也不要顾及他。如果他分手，我没有谈恋爱，我们的关系就等于到那个时候再说。于是我们的社交账号就没有删除，但是我感觉我就有点内耗啊，我也不去跟别人聊天，感觉我就在等着他分手，这种感觉我也不太舒服。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等呗，你这么喜欢等是吧？
有的人守株待兔是为了带兔，有的人守株待兔啊是为了守株，有的人就喜欢这个状态。有的人守株待兔是真的觉得自己能抓住一个兔子，有的人守株待兔啊，他就是守着猪，他就高兴，他坐在那棵树底下，他就心情好。但是别人问他你干啥呢？说我等兔子呢。说你等了1-2年没等着兔子，你还好吗？说我不舒服啊，我状态也不对，我不应该在这猪下面坐着呀。那你走啊，你谈跟别人谈呀。你不行，我得在这坐着。喜欢守株啊，不是喜欢带兔。很多人喜欢觉得自己在守株待兔，其实是喜欢守株，不是喜欢带兔啊。理解一下，你喜欢守株，你守着吧，救不了你啊，你守着吧，劝不了，守着吧，他喜欢吗？咋办呢？咋劝呢？劝不了。这个命，醒醒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全程提到前任都用的是女字旁的他，我也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你也没说你自己啥性别，反正你就，哎，喜欢等你就等吧，咋办呢？哪天一个雷过来，知不知道打雷不能在坐树底下是吧？哪天一个雷过来，男的哦，是一个男孩，这是个男孩。刚刚这封信是个男孩写的，我们这很少有直男来信，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是个男孩写的啊，就在这猛等他前女友啊，别等了啊，兄弟，树底下很危险的，就是那种雷说下雨天不能在树底下待着，快跑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直男来信，我就对你稍微客气点，快跑，哥们儿啊，快走吧！你可不就是在等着他分手吗？喜欢等啊，喜欢等待呀。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啊，别喜欢啊！蛋总，我总是在亲密关系里争权夺利，我该怎么办？哎呀，可能是成长环境的原因，我妈妈特别的软弱，所以一直以来成长环境就是眼看着我爸从勉强算个人，终于做到了从勉强算个人到完全不做人，到了猪狗不如的过程。爸应该挺过分吧？这么形容自己爸吗？可以。后来我成年了，又发生了一系列放到电视剧都不能过审的离谱事件。我终于从冷嘲热讽到抄家伙，跟我妈说再不离婚就一起死。然后我妈竟然就离婚了。大概就是谁比较强势，我妈就听谁的啊。我可能是见证了软弱后退的下场，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自损1000也要伤人800的性格。对我们男朋友嘛，也是一点小事就上头，就要喷他。加上我男朋友嘴笨，每次哪怕他有道理呢，也变成我全方位输出。而且我火气上来了，完全没有控制能力。我干过特别多离谱的事儿。我有一年七夕，我看了你七夕直播啊，我有一年七夕我干的离谱的事是几年前讨论回谁家过年，几年前谈了好几年了。他老家讲究特多，我就不去。他就说我传统节日不当回事儿，然后就吵到说我都过情人节不过七夕，我就悄悄记仇了。然后那年七夕他在酒店洗澡的时候，我把他衣服都带走了，就给他剩个手机。他打电话给我发火，说我有毛病。我当时就说咋了？啊？这不就是你想过七夕吗？啊？你被拿衣服了就不高兴？那织女还生了2孩呢，我还手下留情给你留个手机呢。啊？你不要过七夕吗？我现在就用牛郎对织女10万分之一的恶毒对你，你怎么就生气了？啊？我那天给他真的要气死了。这种事我干过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幽默呀？我要是当事人，我肯定笑不出来啊。但是这太幽默了，怎么这么太巧妙了，是吧？你这个发脾气还不是说你这个发脾气特别的有结构，一般人发脾气发不成你这种水平，一般人发脾气就失去理智了，就是骂脏话了。你这脾气发的，这起承转合的，引经据典的，他被我气得很了，就分手拉黑。然后我就去找他嗷嗷哭，他就心软。但是下次我一上头，我就又开始发火、咒骂、吟唱。最近开始每次想吟唱，我都得看集美剧缓一缓再喷他。但是说不了2句，我就又要原地发疯。只要没喷住他，我就心慌难受，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保，
要变成在家洗衣服做饭还要挨打的白莲花女主了。我男朋友其实真的是很温柔、很包容的人，我也想跟他好好相处，我该怎么办？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啊！姐妹儿，你不会变成你小时候最讨厌的人吧？姐妹儿，你小时候最讨厌谁？你想想，你不会变成你小时候最讨厌的人吧？姐妹儿，虽然我这么说，你肯定想揍我啊！以你的理解，你肯定是想揍我，但是你必须跟你爹和好。你不跟你爹和好，你这辈子过不好。跟他和好，不是说原谅他，不是说觉得他做的错事就算了，而是说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就发生在过去了啊。跟他和好，其实是跟你自己和好。你不跟你爹和好，你跟你自己也和好不了。你不跟你自己和好，你跟你男朋友就没个好啊！放过自己啊，放过自己。我没有说让你原谅你爸或者怎么样啊，不是，你可以不原谅。聊聊天儿，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像他，然后要跟自己的这一部分和解，说原来我有时候会像他呀，是吧？把这一面放下啊！感谢大家啊，可以点个关注。行，你们不困，咱们就多播会儿呗。我也好久没播了，确实是不太好。其实我心里也有负担。其实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有这个负担呢？但是确实有，就是我就觉得，这么多天不播好吗？觉得神经病。这人真的很怪，我怎么了？好怪啊！我给你们写封信吧。亲爱的小卖部的观众朋友们好，我呢是一个网络主播，新人主播。我呢在网上以前呢也卖过货，以前卖货吧就是卖货，有点无聊，自己老在那讲商品吧，讲的自己很烦躁，觉得很累。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形式，我说我开个小卖部，然后开个小卖部我就跟大家闲聊天，然后收一收大家的信，还有一些苦恼来信，我读信的，偶尔讲讲品，挺好，心情也很好，卖的也不错。也很受大家的认可，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吧是一个特别能休息的人，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我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我说休息就休息呗。但我现在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应该去小卖部开直播呢？我这个情况属于什么情况？我这个叫回避型休息吗？还是叫工作型回避？我怎么了？希望得到你们解答。好的，你们的回答我收到了。刚这个姐们儿，我的建议呢，就是你得试着跟你爸爸妈妈和解一下啊，其实是跟你身上自己这部分你不讨厌的自己和解，你讨厌的自己和解一下。好，然后我还有一个推荐，姐们儿，你别生气啊，我觉得你肯定会生气，但是你先别生气。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生气。我刚说这些比较虚，你可能做不到。我给你一个直接就能操作的方法，你操作一下，姐妹儿。她说她对她男朋友，只要没把他喷住，我就心慌难受，我觉得自己地位不保，我要变成在家洗衣做饭还要挨打的白莲花女主。你听我读完信，你明天在家你做一天洗衣做饭，你别生气啊，你做一天。你感受一下，你给你男朋友洗一天衣服，做一天饭，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我怀疑你喜欢，我严重怀疑你喜欢，你不敢面对。你做次饭，你试试。我不是说你喜欢厨艺啊，我不是说你喜欢做饭。你可能会喜欢那种付出的感觉，照顾别人的感觉，你喜欢，但你不敢喜欢，你怕你一付出一照顾别人呢，你说会不会变成我妈？我是不是就要挨打？我是不是就要被欺负？不是的，付出照顾别人，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他会给你回馈付出照顾，就是这是相互的。你没体验过，你从小长大，你觉得我一付出一奉献就要被人欺负，这是你从小观察到的。但是你男朋友可能
你自己都说了是真的很温柔、很照顾人的人，你试试，你付出一次试试，不是说非得洗衣做饭啊，都可以，就对他的关心爱护付出，就是你试一次，试一下付出，试一下不求回报，不考虑什么家庭地位，你就付出一次，然后你会得到，肯定会马上得到回报，感动。你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就是你为别人付出的感觉，感受一下，很美好的，你感受一下。第一，这就很美好了，居然还能收到回馈，更加美好。然后再次付出，嘿嘿，你感受一下，很美好的。不是说天天要把人骂的还不了嘴才开心啊。有时候付出到他说不出话来，他不也还不了嘴吗？对吧？就是给他一种付出，给他一种关爱，爱的他就剩哭了。你骂他，他都不一定哭，对不对？哥们儿，你咔咔骂他，他顶多是不敢还嘴，害怕、哆嗦、发抖。但是你突然开始就是爱他、关心他、给他做饭，他这会儿就不是害怕、发抖，他就哭啊，就这样。你那时候再感受一下，你可能会更喜欢，可能比你骂他还过瘾，是吧？你试一下，不要骂他了啊，不要骂他了啊！李诞对人性的美好还是太李诞对人性的想象还是太美好。有时候嘛，人性很奇怪的，哎，你就把它往美好的方向引导，它就会美好，对吧？邪恶的呢，我也见过。非往那方面引导有什么好处呢？好吧，朋友们，有没有更恶劣的情况？对这个刚刚这封信有没有更恶劣的揣测？我其实心里有1万种，是吧？没必要，你说那些干嘛呀？有什么帮助？你就把它往好处说，往好处想，然后你就往好处做。你管它本来好不好呢？它最后变好了不就好了吗？我离婚后跟我女儿的游泳教练在一起了，在一起5年，他对我女儿很好。对我嘛，最开始的时候还行啊，分分合合了很多次，这次吵架又分手了。他这次呢完全不理我，但是他的东西放我家也没搬走。昨天过来我这儿把车开走了，然后也拿了一点点东西，在一起嘛内耗，他不理我嘛，我也舍不得。他现在的操作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这个信读多了呀，我发现很多朋友用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想面对。你有啥不知道的呀？你不是不想面对吗？这还不知道？这就是要分手，有啥不知道的？就是要分手了啊，要分开了，换个教练吧啊。在一起5年，5年游泳5年应该也学会了吧？可以再换教练了，可以了。学，找一个新教练学，对女儿也有好处，是吧？这跟一个学个5年是不是？换一换吧，多学学。蛋哥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24岁，一直没有交过男朋友，从小到大比较胖，因为这个原因很自卑。去年减肥减了20斤，现在1.6米，113斤，还是有点胖。1.6米，113斤，我没太大概念，但我听着，哎，还行吧。但我个人性格挺好的，女性朋友挺多的，还是没有男生喜欢我。一直难道胖胖的女生就不值得被爱吗？也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啊，父母很疼我，家也还行，我自己工作也不错，不是胖胖，是自卑啊，自卑啊！你别老想着是因为胖，你难道没有见过胖胖的男生，还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难道没有见过胖胖的这种男的女的很受欢迎吗？没见过吗？肯定见过呀。不是1.6米，113斤很胖吗？还好吧，没有太多概念，但是听着还好吧。没见过那种胖胖的人很受欢迎吗？不很多吗？你是因为自卑啊？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受欢迎，那就不受欢迎了。你觉得自己受欢迎就会受欢迎啊，对吧？改变想法比改变身材重要的多的是改变想法。你想一想，你仔细想想，明明就有很多胖胖的很受欢迎的人，你多想想这些人，然后你多想想，哎，我胖胖的不就应该很受欢迎吗？慢慢就受欢迎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建议，刚刚说的都是心理上的啊，你肯定就觉得李诞敷衍我，没有什么能执行的，有能执行的。我性格挺好的，女性朋友挺多的啊，
但是还是没有男生喜欢我。女性朋友不挺多的吗？给这些女性朋友一人一个 KPI， 每个人这个月给你介绍一个男生。至于是不是谈恋爱，别这么想，先别这么想，先跟这些男生女性朋友多，其实你的意思就是男性朋友少嘛。先每个女性给你介绍个男生，先处，你就先跟这些男孩玩在一起，吃吃喝喝都认识了熟了之后，你慢慢就没有那种自卑感那种害怕的感觉了，你就会发现，哎，大家这不都挺喜欢我的吗？先练习一下相处啊，哪怕就是交朋友相处啊。蛋总，我跟我前男友是大学同学，大2在一起8个月分手。这是干嘛要写这么长？这不是以前就是好久之前的事了吗？断联半年又复合，和好10天又分手啊！然后他就跟他有一个有执念的女生在一起了，我很痛苦。在这之后他也没有联络了，一直到他跟那个女的分手，他又来找我。最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关系了，我看看他啥时候断的联啊？肯定是没断联。我看看这后面啊，分开那天我们在车里下着雨，他翻看着我们初识到现在的种种回忆。你大2到现在有什么回忆？没有什么回忆啊，假的啊！看看他最后怎么说，最后肯定是这个女生又说舍不得。我看看，贼长。最后是这样的，前面的故事不讲了，贼长。最后又打电话又纠缠，反正最后结束那通电话之后，我们没有再联系过了。我平静的难受，理智是很理智的，感性也很感性。我很痛苦，但我还是想往前看。那你倒是往前看呀！你想往前看，你的行为全是往后看啊！这就是你为什么平静的难受。你说我又往前看，往前一看，前面是个倒车镜，哎，貌似往前看，其实看的倒车镜，看的是后头啊。哼，你看看你给我写的这啥呀？这点点滴滴的，怎么往前看？你往前看呀！你一封信这么多字儿写的全是倒车镜里的事儿，你还往前看？你就没往前看吗？你往前看看试试。往前一看就看出去了，挡风玻璃大还是倒车镜大？前挡风玻璃大还是倒车镜大？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一个倒车镜挡着你，看不见前挡玻璃啊！往前看啊！我在好几年前，5年以上，你不会说没忘掉吧？认识个男的，我们相处了2个月，那2个月我很快乐，很合拍。但是一开始他就说清楚他要离开这个城市，去别的地方工作。我当时就想能开心是一天是一天。后面他走了，我痛苦了一阵子。这几年中他也有联系我，但我知道他结婚了，我就没回复他。现在他又回到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然后疯狂的联系我。我脑子一抽就和他见面了，见面之后那种喜欢他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因为婚姻不幸也好，寂寞也好，找我就是想玩玩，但是我又陷进去了。现在我又很痛苦，我知道是自作自受，但是蛋总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这么傻呢？想不清楚。哎，平时不是都挺好的吗？脑子也很清楚。我遇到感情的事就智商为0了，骂醒我吧，蛋总。这种事儿很多吗？姐妹儿，如果这种事儿你的一生中就出个这一个的话，就还好。啊，这种事儿很多，就有点夸张了。你们投稿也不用非得全投情情爱爱的，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读情情爱爱的，确实现在投稿就是这个方向。哎呀，这个姐妹呀，没啥，不是啥事儿。哎，我接下来可能，我现在脑子在转嘛，我接下来说的话，要是说的有点不得体，你们别骂我啊。我想想，我别说，别，我没有不好的意思，但我就怕我说的让你们那个有的朋友掐头去尾理解。哎，我想说的呢，就是你这个姐妹啊，既然已经，你别骂我啊，我就劝她啊，我没有说这样，我没有说我认为这样对，我声明啊，我没有认为我接下来说的话是普遍对的，我只是针对这个女生
的情况啊，别把这段给我剪掉了，就只播后面那段，把这段切进去啊，你们要做切片。这是5年前很喜欢的一个男生回国疯狂的联系你，然后你俩又发生了点啥，你就往浪漫的方向想呗，你就想想，这不挺开心的吗？我不是同意这件事啊，是因为这个姐妹她说她自己很苦恼，她问我该怎么是吧？她让我骂醒她，怎么能不苦恼？你就想想，这不挺开心的吗？我没有认为这很对啊，我只是说你可以这么想想啊，你想想，哎，这不挺开心的吗？之前在一起挺开心的，现在又挺开心的，但建议你以后就不要再这么开心了，以后再开心呢就会苦恼了，别开心了啊！你看这种开心，你试一次你也知道不是很开心，是吧？以后就别再试了，以后就别再试了，没有那个本事就别试了啊！头晕。我看刚刚这个弹幕里有的人说的很好，5年了怎么居然还没有忘掉？我刚看有人说，我5年了居然没有忘掉。对，你可以想想这个问题。赶紧忘了吧，开始新生活吧啊！忘了。你既然现在苦恼嘛，你就想想，哎，行吧。美丽的错误，你就这么想吧。错嘛，错了，你把它想成一个美丽的错误就得了。蛋总，我27岁，工作4、5年了，在公司跟隔壁部门对接的时候，遇到了1、2个很有趣的同事。我们都是女孩子，我觉得工作对接很愉快，大家聊天很轻松。我特别想和她成为不只是同事的关系，就想加她微信，但是我又很纠结，老有过来人说同事很难成为朋友。我怕我主动加她微信，对方很介意。我也会在想，为什么不是对方主动加我微信呢？我甚至还在思索，职场中什么时候加微信是好契机呢？但我又真的觉得，自从毕业以后，我就很少能认识新朋友了。但在职场里跟同事当朋友真的不合适吗？啥意思？想太多了啊！这有啥的？你碰上了想交朋友就交呗，怎么了？怎么就同事很难成为朋友了？怎么了？怎么这在说什么？这什么加微信还契机？这个加微信还有啥契机？加微信一共分3步啊，点开微信，点开我的，点开二维码啊，就加微信了就好了，没有那么复杂。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很简单啊。同事很难成为朋友，别想这些了。蛋总，我不想跟女朋友分手。哎，今天居然我有这个荣幸连读个3封直男来信吗？好难得啊！跟女朋友相亲认识1年多了，我挺喜欢她的，都见过家长，讨论结婚了。但她突然说不快乐，想分手。她的理由是我能量太低，带着她也很内耗。2，因为我工作每天很累，所以交流变少了。下了班呢，也没什么精力一起玩。她说她感觉很孤独。我反思了一下，我确实能量比较低，比较内向，不喜欢跟人交流。我以为她是很外向的人。所以之前生活里发生的需要跟外界沟通的事，我都依靠他解决。但他哭着说他好累，不想在一起了。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吵过架，突然被提分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分开，但感觉他好坚决。我愿意改变，但又不清楚他想要什么。他也不直接说想要什么，求教怎么办？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想要什么吗？兄弟，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想要什么吗？绝望了啊，绝望了，这个就是累积太多了，想跟你说不清楚了，太痛苦了，哥们儿啊！你呢，就是肯定他在过程中不停的给你暗示过啊，不停的呢想让你理解过，试图呢让你跟你沟通过，哎，但肯定都失败了，所以最后积压到一起，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别想了，赶紧分开吧啊！分开以后，哥们儿。分开以后比较重要啊，这手不要白粉。分开以后，能量低归能量低，内向归内向，不喜欢跟别人交流，不想跟别人交流。但是有的东西呢叫责任，哥们儿，有的东西要学会承担的啊。比如说生活里发生需要跟外界沟通的事，我都习惯性依靠他解决，这个要改啊。
生活里发生的需要跟外界沟通的事儿，有的就是你的事儿。能量再低也得负责的。你是觉得我们都特别喜欢跟人沟通吗？你觉得那些看起来特别善于跟别人沟通的人是真的很喜欢跟别人沟通吗？你觉得那些跟外界沟通要解决这些事儿的人是很喜欢解决这些事儿吗？不是，是大家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啊，兄弟啊，你负两次责任，你就发现也还好，没有那么恐怖，不就是跟外界沟通解决点事儿吗？能有啥事儿？没啥事儿。解决两次，哎，解决两次，你发现你能解决了，解决几次，你发现你能解决了，你不害怕了，你有这个能力了。没有多少人喜欢跟外界沟通解决什么事儿，是吧？很多人都内向啊，很多人能量都低，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不能说不会，是吧？不喜欢，但是我会啊，我不愿意跟外界沟通，但是我可以。你把这些能力都掌握了。你不是不想分手吗？不很痛苦吗？化悲愤为力量，把这些能力都掌握了。最好是你跟这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共同的好多事发生的事，你捋一遍，你列个表，你把以前你依赖你女朋友去解决的事，你都给她从头到尾，你都自己摸索一遍，都能解决了。你那个时候就可能第一，你就能知道你女朋友跟你在一起过的是什么鬼日子了，你就知道她有多痛苦，为什么想分开了。你如果有了这个心情，你学会了，有掌握个能力，第二，你理解了你女朋友。你就可以回去求求他了，是吧？好好的，该跪跪，狠狠的挽留。可能那个时候还有机会啊，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求回来，但是呢，你至少先得改变，是吧？你得先能承担责任，第二，你得真的能理解他。你现在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你都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分手，你搞不清楚人家想要什么。你把这些事儿都做一遍，你就能理解了。理解之后呢，再去跟人家说，是吧？不一定能追回来，但是至少你下次再谈恋爱的时候，不至于再这么被分的莫名其妙了啊！你不愿意改变吗？这哥们儿挺好的，这哥们儿说我不想分开，但我感觉他好坚决，我愿意改变。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改变啊！你现在就得独立面对生活，你改变啊！你感受一下自己面对生活是什么样，你改变一次，你改变完了再去找他啊！不是没救啊，有救啊，兄弟，挺好救的还。我不相信你们谈恋爱能遇到什么多可怕的需要跟外界沟通的事儿，肯定就是点小事儿。你就是被保护的比较好吧？你去都自己去体验一下，没大事儿，能有啥大事儿？轮不到你碰到大事儿了，碰到都是小事儿。你去都试一下啊，好吧？啊，有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呢，我们碰不到什么大事儿的，就把这些小事儿弄一弄就好了啊。爱上了一个大我4岁的男人，但是异地，他挺帅的，是那种好嫁风。好嫁风是什么风？好嫁风是什么风？不太懂啊。好嫁风是什么风？他工作也不错，感觉应该也不缺对象。什么叫不缺对象？有没有？啊，但是他最近对我表示了好感，还没见过面，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会送礼物，并且我也有点上头，担心他是不是在养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大总支招。咱们能不能先见一面啊？啊，姐们儿，还没见过面就给我整出这么多。你就算是人家就算养鱼吧，你不得见见这个渔夫吗？养鱼的应该叫啥？鱼塘主还是啥？就算人家是养鱼，你不得见一面再感受一下吗？你这没啥好回答的，见一面再说，注意安全。蛋总，我有个很多年的闺蜜，关系很好，无话不谈。然后她喜欢上了一个人品一般的男的，变得恋爱脑。最近我有些想要放松的时候，叫她出来。她之前呢约我看的电影，我等了她1个月。她和她对象看了，啥电影能连上1个月？真行啊！现在还有能连上1个月的电影吗？然后她跟我说，她因为工作原因很忙很累，但是和男朋友就出去旅游吃饭。我理解她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她每次跟我说很累，几乎不怎么见面和通话也不关心，挺失望的，就觉得朋友的感情比不上一个刚出现的人吗？想知道蛋总和姐妹们会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什么好处理的？人家这不热恋吗？这不谈恋爱吗？这不很正常吗？大家都工作是吧？都业余时间就那么点儿，这不很正常吗？你的主要原因是觉得那个男的不行嘛，是吧？他喜欢上了一个人品一般的男的，你不就是主要觉得那男的不行吗？你觉得那男的不行，你是不是嘴欠跟人家说了？你是不是跟人说了？说我觉得你找那男的不行，你是不是说了？你说这个，他肯定你觉得他会不会跟那男的说？说没说？说我朋友说你怎么，然后你觉得这男的还会让他见你吗？你真觉得这朋友很重要，就一起玩，多叫点朋友，叫上这男的一块玩，大家还不见朋友要一起玩。你真觉得这男的不行，你就先别见，等哪天他们分手再说。这很简单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觉得这男的不行吗？其实现在给你的选择就是能不能接受跟他们一起玩是吧？李诞你好，哇，又来一个直男。李诞你好，我喜欢一个女孩，刚刚她分享了你直播的链接，此刻我们都在，希望你能祝她快乐，谢谢蛋总。不是哥们儿，这做好事不留名，你表白也不留名吗？哥们儿，我祝她快乐，我祝这1.4万人，我祝谁快乐？我祝这14000人都快乐吧，我祝谁快乐？哥们儿，整这么含蓄。兄弟，难呐，看得到头像和 ID 啊。哎，要不我把你 ID 念了吧？我把你 ID 念了吧。哎，我不管了，我给你念了啊。你要不高兴，你写信骂我吧，我给你念了啊。这个1.4万人给我，不知道有没有个女孩认识一个叫 Vicky 的男的。这个叫 Vicky 的男的喜欢你啊，希望我祝你快乐。我不知道你叫什么，然后 Vicky 呢托我祝你快乐啊，快乐吧，祝你快乐。急死我了，我只能这样了啊，出此下策，没有办法。头像是那种啊，一身黑很帅，站在苍茫的天地间的这个叫 Vicky 的男的啊，姐妹儿，听到了吧？他喜欢你啊！刚刚你分享了直播链接给他，他希望你快乐啊，希望你快乐。确定这头像贼难，没事，我一会儿那个不播了，我再搜他小红书，这挺好。哎，其实这样挺好。有时候呢，是吧？这公开表白，这14000人真的念人家那女孩名字，那女孩可能会尴尬，对吧？可能会尴尬。哎，但是我们这种表白很好，我们不念那个对方的名字，我们不念被表白的人的名字，我们念这个表白的人的名字。不，他这个名字一念嘛，被表白的人也知道是谁了。尴尬的也不是那个被表白的，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差不多了吧？2点了啊，咱们就最后一封吧，行吧？咱们刚刚这个甜蜜的结束挺好的啊，刚刚这个当做甜蜜的结束吧，我就怕一会儿再念一个不高兴的，咱都痛苦。咱们这睡个好觉是吧？就拿它当个甜蜜的结束吧。然后我伟大的同事给刚刚这个哥们儿，刚这个哥们儿，你不是都收到信吗？你给人回封信，就说他看回放，你跟他说，你醒来看，他如果现在不在的话，你让他看我今天这个直播最后一段的回放，有这一段，让他剪下来发给那个女的，是吧？那女生可能也不在，是吧？这不知道，可能睡了。咱们就甜蜜的结束，咱们共同期待一个后续，看看能不能我们的小卖部促成第一桩姻缘。我们小卖部开这么久了，都没促成几桩姻缘，不行吧？啊？等一个后续啊！今天就这样吧，很晚了，2点了。感谢大家，最后看到这儿了，你就点个关注呗，都看这么晚了，别回去天天看切片了，点个关注。都已经看到这会儿了，不会说反手一个不关注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这样对我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不会吧？我才不会吧？怎么不会呢？我看看我的同事还有什么指示，没什么指示，今儿就这样。好的，我的同事说已经给刚刚那个 Vicky 去回过信了，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说估计是睡了。我同事说给他留言了，给他私信留言了，蹲一个后续，估计他已经睡了。明天醒来吓一跳，说李诞昨天直播的最后的时候念你 ID， 替你表白了啊。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陪伴，晚安，朋友们。我看看能不能读一段书啊？我其实一直是想，但是我确实一直没有看特别合适的，就特别合适念的。我给你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哎，我找找我以前读的吧，就不找最近的。找一个分类，找一个读完的版本啊。哎呦，哦，今天是阿蒙的生日啊！天哪，阿蒙生日快乐！哎，你生日你不给大家发点福利啊？哎，兄弟，你是不是指望你一说你过生日，你指望我祝你生日快乐呢？你赶紧给大家发点福利吧！这晚上这我都要下播了，你给我整这一出，还有1.2万人，你要不抽点牛脆脆吧给大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是生日快乐。我这下播了都要，我真要下播了。他突然整这出，他说今天他过生日啊，那不给大家发点吗？他不回我了，他不回我了，怎么有这种人？过生日就不发福利了吗？不会是生气了吧？不至于吧？阿蒙几岁啊？18岁吧。祝阿蒙18岁生日快乐！不回我了，居然还有这种人！天哪！找一段书啊，找一段我读完的，已读完嘛？看看以前读过什么？百年孤独，百年孤独吧，看看百年孤独我做过什么笔记，这我还挺好奇的。那百年孤独吧，我都是读的纸质版，我看看我在电子书里做过什么笔记。哦，哎呀，第一条就是我最喜欢的，奥雷里亚诺，他悲伤的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太喜欢这句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则苦苦挣扎了数小时，试图抓裂自己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午后，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在金银器作坊里打造小金鱼的时刻。他被迫发动32场战争，打破与死亡之间的所有协定，并像猪一样在荣誉的猪圈里打滚。最后耽搁了将近40年，才发现纯真的可贵。干什么啊，马克思？写这么好干什么啊？为什么要写这么好？我们怎么办啊？火不火了？写太好了，真的是头晕的。干嘛要写这么好？他又一次看见了自己那可悲的孤独的脸，心里想着马戏团。小便的同时，他仍努力想着马戏团，却已经失去记忆。他像一只小鸡，把头缩在双肩里，额头抵上树干，便一动不动了。家里人毫无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桑塔索菲亚德拉比达去后院倒垃圾，忽然发现秃鹫正纷纷从天而降。天哪，干什么啊？写的太好，这个书没法乱看，不能乱看。这个书一看吧，就容易看进去。我这朋友这神经病，在这看我直播，还来一个很遗憾没有中奖，没中奖你自己买的呀，兄弟，你自己买呀，兄弟。别人我就不说了，你好了，谢谢大家。那个都看到这会儿，可以点一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再走。过几天见，不会太多天的，不会太多天，拜拜。